父，我妈是黑帮大佬。上南大的时候，我谁也没告诉。大一那年，班主任收受贿赂，帮助死敌陷害我。面对不公，我选择摆烂。数学竞赛我不参加，迎接外宾我不发言。班主任慌了，校长出面来压我。学弟，这位是？这是我高中同学，刚巧遇上。这是我学姐，叫苏青诗。浩辰连我的名字都懒得介绍吗？你好，我是苏青诗，你们现在是情侣吗？不是的，我们之间清清白白，什么关系都没有。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在一起了。苏晴正要开口，浩辰却抢先道：“学姐，我口渴。”刚要把冰淇淋递给浩辰，余光瞥见苏晴，忽然又改变主意：“我喂你吧。”那个，我还有事，先走了。转身之际，苏晴眼眶不争气的红了。很快，时间来到开学这天，入学考试完，班主任一拍桌子，指着我说：“林浩辰，入学考试你还不承认抄袭人家吴坤？我都看见你抄袭了。我年级第一要抄一个年级第8的，明明是他抄的我。不管怎么说，你们2个卷子最后一道大题解题步骤一样，一定有人抄袭。最后还是给我记一个警告处分。我临走时还听见吴坤得意的轻笑。下午，班主任王老师当众宣布，因为林浩辰受过处分，这回不能参加全市3好学生的评比，现在由班级第2的吴坤参加竞选。全班同学哗然，我也一下明白了，原来在这等着我的。吴坤是我死敌，仗着他那当副校长的爸爸横行霸道，全班同学都怕他，只有我不把他当回事。下课时，吴坤骄傲地走过来，有了是3好学生的荣誉，保送名额就稳了。学习好有啥用？还不是一样要自己去考试。你爸能买通王老师，还能买通市里的评委啊？你说什么呢？什么买通不买通？谁让你考试抄袭了？我抄没抄袭，大家看得清楚。吴坤，你说是我抄你的，那道题你会做？吴坤嗫嚅着，听不清说啥，估计受了吴坤和王老师的威胁，不敢承认。我冷笑一声，听说这次是3好学生评比，还有奖金呢。虽然几万块不多，但也是你这穷鬼几个月的生活费了吧？吴坤又一次当众挑衅。下午放学，我请客去吃大餐，大家都去啊，庆祝我荣获是3好学生。这时胖达过来，装什么装啊？这不还没评上呢，就要请客了。浩辰，我们不去。我请吃。下午放学在学校门口接到老妈的电话，浩辰在学校怎么样啊？过几天我就回去看你。还是别了，你一来就兴师动众的，多注意休息，别太累了，身体要紧。周末让你爸爸带你去玩。他比你还忙呢。爸爸公司出了点问题，现在都见不到他人，而老妈一天神神秘秘，不知道在忙什么。这时胖达跑过来，总去你表姐那里吃大餐，怪不好意思的，人家又不要钱。那就换一家，我请你。最后我们还是去了表姐的餐厅，想到吴坤领着几个同学也选了这家餐厅，见到我和胖达，吴坤眼睛一亮。林浩辰，你们忍不住要来混大餐了吗？谁知道你们也来这了，我们自己吃自己的。就凭你这穷鬼也能来这吃饭，骗鬼呢？过来吧，我请你们吃，多一双筷子而已。他的目的谁都清楚，无非就是想要在我面前秀优越，让我出丑。是啊，浩辰，过来一起吃吧，都是同学，何必弄得那么生分啊？吴坤大手一挥，几个手下过来，把我和胖达拉去了他们包厢。包厢内，吴坤很兴奋，看来他自认为必胜，一定能在这场饭局里好好羞辱我。想吃什么尽管点，今天就算给你开荤了。吴坤故作大气地说着，又冲身边人使眼色，示意他们偷偷录下，抓住我的把柄。随后我示意胖达别客气，想吃啥尽管点。随后吴坤眼珠一转，忽然开口：“哎呦，今天钱不够了，要不我们 AA 吧？”胖达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脸吃惊，这一餐可不便宜，差不多10几万了。是啊，如果均摊，一人就要出几万了。吴坤示意他身边的人别担心，现在主要针对的是我，而他算准我拿不出这么多钱。吴坤，你是没钱吗？如果没钱，可以早说，这顿饭我请也行。你请，天大的笑话，你请得起吗？只要你承认没钱，那就我请，你别管我请不请得起。吴坤眼珠一转，觉得我是在炸他，冷笑道：“我穷，我没钱付饭钱了，浩辰你请呗。”好啊，我请就我请。胖达录下来了吗？胖达一点头，发到班级群里。你敢发？话音刚落，胖达已经发了，班级群里顿时炸了，大家一句接着一句。吴坤气得不行，指着我：“你掏钱吧，拿不出钱来，看你怎么收场。”我没理他，一个电话打了出去，随后一名穿着西服的男人走过来：“您是林公子吧？我老板说今天这餐免单。”吴坤傻眼了，什么情况？凭什么免单？第二天早上，我那忙得见不到人的首富老爸竟然给我打电话，会作假，还学会陷害人了。怎么回事？我找人去教委问问，调查一下你们学校。不用了，这么点事我还能搞定，你忙吧。谁知刚进教室，好心情全没了。黑着脸的吴坤昨晚在班级群里解释了一晚，还是被大家嘲笑了。就在这时，班主任王老师来了，跟大家说个事，过几天1年1度的全国奥数竞赛又要开始争光。我一听不乐意了，还为学校争光？学校坑我陷害我，这事就完了呗。老师，我去不了，把机会让给需要保送大学的同学吧。王老师脸色一变，林浩辰，你什么意思？就是字面意思，我学习不好，考试还要抄，成绩不如我的同学，
你这是什么话？你还有没有集体荣誉感？我都抄袭了，还通报批评了，还要啥荣誉感？这回同学都憋不住，轰的笑出声。你给我出去站着！王老师气得发抖，我耸耸肩膀，无所谓的走出去。耶，这不是数学天才林浩辰吗？怎么淘气了？你们王老师罚你站。隔壁班的班主任林老师也是我的数学老师。我们老师欺负我，陷害我抄袭，不让我评3好学生。我对林老师挺有好感的，小声跟他抱怨这事。我知道学校上下都为你抱不平，但是没办法，谁让人家爸爸是副校长呢？到最后我也没去参加数学竞赛，林老师挺为我遗憾的。更遗憾的是，我们学校铩羽而归，参赛的同学第1轮都没过，直接让我们学校的综合排名往下降了一些。学校上下震动，王老师难辞其咎，被教导主任、副校长一顿训回来。他把这股火又撒到我头上。有些同学就无组织无纪律，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你以为你很酷是吗？我告诉你，这样坑的是你自己。我眼观鼻，鼻观心，就当是和尚念经，根本听不见。下星期就要全省联考了，这是第1次重点大学联合模拟考试，排名关乎大家的成绩，你们都给我好好考。王老师见我耷拉着眼皮，一副要睡着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尤其是你林浩辰，你给我好好考，考上第1，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是第1就行，是吧？王老师满脸笑容，点了点头。最近学校还有国外交换学生计划，你能考第1，我考虑推荐你去跟国外学生交流，如果考不上，你就不用想了。王老师威胁了几句就离开了。吴坤冷笑嘲讽道：林浩辰，你得努力啊，考不上就没有跟国外学生交流机会了，反正我可是在交流名单里的。你还欠我1顿饭呢。吴坤愣了一下，全班同学都知道他欠我1顿饭。吴坤气得不行，拿出手机就要转账。那顿饭多少钱？我转给你。我哪知道，你请我吃1顿就行了，我不要你的钱。那好，今天就去吃。今天我没胃口，改天吧。什么？吴坤天旋地转，旁边的同学又在痴痴轻笑。林浩辰，你去死吧！吴坤气得跺脚，可就是拿我没办法。很快联考开始了，王老师一直期待我能拿个全省第1，挽回一下他的声望。可惜我没给他这个面子。大榜出来了，王老师从头往下看，第1名不是我，前10名没有我，一直看到最后1名才见到我的名字。0分，所有科目全都是0分，这怎么可能？是不是哪里搞错了？王老师急忙申请调阅我的试卷，拿回来一看，傻眼了，的确全是0分。此时的教室里，大家都在查看联考的大榜，见到第1不是我。哎呀，天大的新闻啊！这回第1不是某人了。我就说吧，在我们学校考第1有啥用？有本事全省第1啊！万年老2更是废柴。吴坤一直是全班第2，被我压制，这也是他心中隐隐的痛。我再怎么也是第2，你呢？我看看你在哪呢？浩辰考了最后1名，这倒数第1名是不是也是第1名啊？有同学脑子转得快，顿时想通了。哈哈，林浩辰说话算数，答应王老师考第1名，可没说是正数还是倒数啊。离竟然全是0分，你交了白卷？我每一题都答了，作文都写满字数。办公室里答得这么慢，没一道对的，20几道选择全部选错，10个判断也全错。试卷答得不错，可全在关键地方改了一笔，故意答错了，这是满分试卷的底子。最生气的当然是王老师，这摆明了是跟他对着干嘛。林浩辰，你故意考成0分的？我是想好好考试来着，可能是没发挥好吧。好，你没发挥好是吧？你等着，我收拾不了你，有人能收拾你。王老师气恼地转身出去找人，其他同学围上来翻看我的试卷。浩辰你神了，这都能答错，完美避开所有正确答案啊！是呀，这可比考个满分难多了。满分也许有蒙的，可这摆明了全都会啊。当天王老师就领副校长回来。3班的林浩辰同学平时学习挺好，可考试态度极差。你以为这是针对谁吗？学校老师有什么损失？最后倒霉的还不是你。洋洋洒洒说10几分钟，接着是吴坤的爸爸副校长讲话。刚刚教导主任的话，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接下来我说说这个月学校的交流计划。这次做交流的是米国哈喇子大学，他们学校的强项是数学和物理，所以我们也选了一些外语、数学、物理好的同学去交流。副校长说着，我现在宣布这次的交流学生名单：吴坤，第1个就是他儿子名字，接着是其他班级的同学，名单里没有我。第2天早上自习时间，吴坤得意洋洋地过来我这边。今天要去机场接国外交换同学了，听说有好几个大长腿美女呢，可惜有些人没机会了。你还欠我1顿饭呢，要不中午请我吃吧？吴坤脸色变了，咋的？没钱请啊？别找借口，没钱就直说，我不让你还了。吴坤脸涨得通红，咬牙切齿，明天就请，没钱就别扯明天。吴坤直接气疯。第2天，王老师火急火燎推门进来，林浩辰，你赶紧去参加国外学生的交流讨论小组。让我出去就出去，那我多没面子啊！王老师，我还要上课呢，这个问题我还没听明白。
让你去你就赶紧去。老师，我得对我的未来负责吧，不能因为学校的活动就耽误我的学业，对吧？最后考不上研，学校好像也不给我保送。王老师没办法，只能气哼哼的离开。下午的时候，教导主任陪着副校长一起来了。林浩辰，你跟学校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你儿子联合王老师陷害我，说我考试抄袭，这应该不是误会。副校长脸色一变，他没想到我这样直接。我会让教导主任好好查查，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立即全校通报还你名誉。当然，学校的保送名额也是你的。我打心底不相信，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搞出什么花样，那就先去看看。教导主任领着我去交流小组那边，副校长脸色阴沉的瞪了一眼王老师。这么不听话的学生你是怎么带的？校长他就是个刺头，我真没办法啊。不听话就开除，让他档案留一笔记录，让他考不了研，还想跟我儿子抢保送名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我明白，我知道应该怎么做。随后我们来到讨论会现场，几个国外的美女在小黑板前激烈谈论，似乎是在为几个数学问题争执。下面坐着我们学校的几个同学，大眼瞪小眼的看着。如果不是王老师和吴坤陷害我，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见我和教导主任来了，有人充满期待，长长吐了一口气。我站在黑板旁看了看外国美女写下的公式和问题，听了几句，知道他们讨论的焦点是在用哪种方法解题。 I suggest using multiple calculus in advanced mathematics. Your way of solving the problem amounts to cheating. After all, multiple calculus hasn't been learned in college yet. Should be solved by methods learned in high school. 我过去用英语说，其实这道题有好多种方法解，用多重微积分当然可以解，但是用高中学过的公式也可以解，只要在这里画出一条延长线，换个思路就行了。瞬间不吵了，一片安静，大家静静听我的解题方法。国外的同学听得明白，国内的同学因为英语水平有限，加上我说的太快，他们好多人没听懂。吴坤就是没听懂的一个，但他不好意思问，只能气恼的撇嘴。为期2天的交流活动很快结束，送走了国外交流学生，我再次回归教室。班级同学早就传开了我为学校争光的事，见我进来，顿时响起掌声。跟在我身后的王老师脸色铁青，提前回来的吴坤同样脸色难看，恨恨地瞪着我。这回评定是3好学生，教委临时加了个条件，需要在接下来的物理竞赛中获奖中角逐。什么？吴坤激动站起来，王老师摆摆手，示意他先坐下。大家别急，这是市里举办的比赛，题目应该不难，参加的同学都能获取到名次，至少也有个3等奖。这样啊，那就行。王老师看向我，又挑衅地问：林浩辰，你参加吗？就算拿1等奖，也没有保送资格。我们学校是这次比赛的考场，所以参加名额多一些。一个班级10名，物理老师亲自挑选。王老师害怕我又撂挑子不去，匆匆交代一句就走了。换物理老师进来，物理老师满怀期待地看着我说：浩辰，你参加吧，考得不好没关系，考得好至少说明我这2年没白费心教学。没办法，我跟物理老师关系也不错，只能答应。临考试前，班主任王老师亲自给我们发考试用品，一个小袋子里有各种文具。一向小心的我领回了文具后，小心的检查一番，发现钢笔帽上多出个小拇指大小的东西。这啥玩意？不会要陷害我吧？小心起见，我把那玩意随手扔了，自己又买了新的文具。考试当天，我奋笔疾书，很快打满了试卷。正检查时，王老师领着2个流动监考忽然进来，也不去检查其他同学，直奔我这里过来。林浩辰，你站起来，有人举报你作弊，我们检查一下。王老师生硬的开口，2个流动监考一左一右的上来，果然是陷害。我冷笑的站起身来让他们检查，忽然发现左前方的吴坤耳朵里有东西，我心中一动。老师这是检查什么？现在谁还用纸条作弊？都是高科技了。流动监考闻听，还真过来看看我的耳朵，没发现什么，又不甘心的拿着文具仔细查看。王老师很着急，竟然没有，看来是被他换掉了，再仔细看看。流动监考老师不是本校的，跟王老师不熟，根本不听他的。他们是听了王老师说有人作弊才来看看的，见什么也没查到。王老师不甘心的说：再用仪器测测。一个流动监考见王老师这么坚持，以为他的消息非常可靠，点点头出去。一会拿来一个信号检测器，在我身边测了一遍没动静，打算拿走。经过吴坤那里，忽然低低的响起来：是他作弊。王老师，你的消息果然正确，只是人错了。流动监考在吴坤耳朵里找到了无线耳机，考场外有人给他传递答案。我毫无争议的在这场物理竞赛中拿了第1，物理老师非常高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了我10分钟。而作弊的吴坤倒了霉，事后调查出来是他爸爸担心他拿不到名次，找人帮他作弊。我宣布最后处理结果，吴坤取消是3好学生资格，档案记一笔作弊。副校长停职接受调查，王老师开除教师队伍，由隔壁班的林老师暂代班主任。林老师上来的第一件事，我希望给浩辰3好学生的竞争名额。老师，我本来也不需要保送，让给其他有需要的同学吧。我想去哪个学校自己考。
考。3个月后，我以总分第1的成绩拿下了全省理科状元，我们班级都很轰动，各种祝贺我们学校的先后到达，只是没有陷害我的副校长和王老师的份，他们也不配享受这样的荣誉。好兄弟教我给高冷校花发信息表白，3分钟后，校花回复了我。最近忙着创业开公司，暂时不想谈对象，咱们可以先做好朋友，怎么样？可以不？人呢？干嘛去了？快点回我呀！我看着手机不断弹出来的消息，感觉又乏又困，最后不知道怎么就晕晕乎乎睡着。对面的苏青师快急死。浩辰，你说话呀，在干嘛呢？怎么表白表到一半人不见了？我真是无语。你在哪个天台？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要不我去找你，或者你重新表白试一下呀？要不你再追我，咱们多聊一聊，可能我就答应了。我怕太快答应你会觉得我很随便，其实你不用太用心追我，咱们有话慢慢说，我很好追的。要不这样吧，我告诉你具体时间，追我1个月，1个月就好。干嘛不回我吗？要是你觉得太长了，那要不然就半个月。你怎么还不回我？是觉得追人太累了吗？那要不我不让你追了，咱们直接谈对象吧。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也挺喜欢你啊。浩辰，你怎么还不回复我？我答应做你女朋友了呀，难不成你还要我追你？这也不是不行，可我是第1次追男孩子，你不能太过分哦，毕竟我一难过就会想哭的，行不行嘛？你怎么还不回话？到底在做什么呀？这是什么意思啊？逗我玩的吧？你刚刚的表白是真心的吗？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大笨蛋，你快回我呀！不要这么高冷的对我好吗？你不理我就想哭。10分钟前，胖子，我想和苏学姐表白，但是又怕被拒绝，怎么办？你给他发你喜欢我，这么直接吗？放心有我。什么？接下来说啥？接下来说不喜欢算了。怎么回事？没头没尾的，什么意思啊？然后怎么回？你说真心话大冒险输了，没事了，被罚了3杯，失败了。跟谁玩的？在哪呢？怎么就输了？你选的真心话还是大冒险？他急了，晚2分钟再回。你回我选的大冒险，需要找3个朋友跟我说喜欢我，我找了3个人，就你没说。3个人，除了我还有谁？然后呢？你说我爸妈还有你。你在哪发定位？我去跟你说我喜欢你，咱们不能输。胖子，这该怎么说呀？要确认一下是游戏还是真心的呀？你说不用了，不玩了，谢谢你。而且我喜欢你这句话，还是留给你真正喜欢的人对他说吧。他发什么都不用回了，我也要去试试。你喜欢我，喜欢你。呵呵。我来找你，快发定位，别说没用的，我喜欢你，真心的，你怎么还不回我？也不是非要去创业，不答应，就是突然被喜欢的人表白，有点慌。你要是觉得我在说谎，那我把我的创业资金给你，这样你就放心了吧。女神苏青师向你转账300万，明天咱们一块去约会好吗？你要是怕我对你怎么样，就喊你好兄弟一起来行吗？要是怕我当场反悔，让你丢人，那我把我闺蜜都叫上，她们肯定不会让我反悔的。大笨蛋，我对你是真心的，你怎么还不给我回消息？难道是害怕我在骗你吗？那要不然我们直接去领证吧。大笨蛋，你怎么还不说话？大笨蛋，我错了，我不该矜持的，求求你原谅我吧。你再不理我，我要哭出来了，我这就跑到你们宿舍楼下给你道歉。忽然好兄弟冲进宿舍怒吼：浩辰，你快醒醒！苏青师在咱们宿舍楼下哭得稀里哗啦，求你原谅。我操，为什么我发就被骂了一顿？好兄弟连忙把我拉到窗边，你自己看看。高冷校花站在人群中哭得稀里哗啦，周边的人也是一片喧哗。天杀的，谁叫浩辰？我王星云跟你不共戴天，我徐浩跟你势不两立。好兄弟也在一旁说：你真该死啊！怎么会这样对苏大校花？那不是你教我的吗？你太急了，我们还没接触呢，外面那么多人看你哭，大家还以为我对你做了什么事呢。原本还在哭的苏青师看到了消息，瞬间不哭了。好兄弟看到转账金额300万后，激动抓住我的胳膊：衣服你快收啊！他比我还激动，我手指不知不觉就点了确定，直到300万到账，我才反应过来，其实我是想点退款。这时楼下苏青师见我收钱后，开心的笑了起来。浩辰，你收了我的私房钱，那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以后我和钱都归你，你不准反悔，也不准不理我。浩辰，你个大笨蛋，知道了吗？周围人群一片哗然，整个男生宿舍开始起哄，看热闹的室友也在起哄。学姐，你要不看看我咋样？学姐好浪漫，学姐好会呀！我又相信爱情了。义父，你赶紧的呀，赶紧答应他呀！真是急死我了。说着，他递给我一个大喇叭，我瞬间一惊，不是这东西，你哪来的呀？你别管，要不我替你答应。就在这个时候，楼下吃瓜的男生突然喊了起来：保安来了，学姐快跑啊！现场棒打鸳鸯啊！兄弟们跟我一起拦住保安！我一眼看去，只见2个保安正飞快地赶来，我心一急，管不了那么多，拿起大喇叭冲着苏青师喊：苏学姐，你快跑啊！学校保安来抓你！而苏青师则是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我，目光中满是激动，但却迟迟不走。这憨憨还愣着不走，我马上
上下去。我冲到了宿舍门口，顾不上那么多，拉上苏青师的手就跑。我们跑到一个无人地方停了下来，他刚想抚动一下，却发现自己的手还被我紧紧握了。我慌忙的收回手。学姐，那个不好意思啊，刚刚太急了，忘了我还拉着你的手。苏青师笑了起来，大笨蛋，你说什么了？你已经答应了我的告白，以后我就是你的人。然后又把手放到了我掌心。在此前，我从没有想象过和他在一起的场面。我轻轻嗯了一声。大笨蛋，明天你带上你室友，咱们一起去玩吧。我也把我所有闺蜜都叫上，你放心，我会安排的很好的。我沉默不语，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大笨蛋，你是要只有我们2个人的约会吗？就像现在这样？学姐，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还挺自信的。儿子，薛芊芊最近要录一档叫《偶像100%》的综艺节目，你老妈我就是主要投资人。儿子，你去参加薛芊芊老师的节目吧。啊，老妈，你这么喜欢薛芊芊，我爸知道吗？还有就是，你觉得你儿子能成为偶像？薛芊芊老师可是你老妈我的男神啊，和他同台是老妈一直以来的梦想。儿子，你就替老妈完成这个小小心愿吧。看着眼前老妈那可怜兮兮的样子，我竟不忍拒绝。看来不去是不行了。很快来到了录节目这天，老妈是最大投资人，却隐瞒了我的身份。为了制造节目的真实性，现场以直播的方式向观众展示。一时间，全场一片哗然。太好了，这期有我的男神薛芊芊。天啦，华晨晨居然也来了！华晨晨和刘如烟，这是什么神仙组合？太有看点了！开场的第一天，直播间就挤满了几10万观众。首先是导师们的介绍环节。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薛芊芊。薛芊芊是本期节目第2大投资人，又因天籁之音频繁出圈。大家好，我是你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在陪伴你了，现在你有了孩子，我连孩子和你一起陪伴的花晨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吉祥物柳如烟，又和大家见面了。这就是上一届的冠军柳如烟啊！没想到她也能和这么多大明星同台当评委，反正我是不喜欢这样的。第1期节目开始初选环节，选手们自由发挥，让导师们对自己产生记忆点。中途只要有任何一位导师灭灯，就算淘汰。不过预选赛对选手的要求并不会太严格。随后表演陆续开始，有选手失误被淘汰，也有几位幸运晋级。轮到浩成上台，浩成，等下正常发挥就好了。大孝子还关心起义父来了，放心，我练了2年半的舞蹈，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随后，啪的一声，柳如烟的那盏灯灭了。我刚才不小心打瞌睡按到了，真对不起啊，这位选手。柳如烟道歉时，甚至都没有正视浩成的脸。能让人打瞌睡，说明跳的有问题。如烟不用道歉，你可是评委，谁家小可爱会对选手道歉啊？我的舞有那么差吗？这可是我练了2年半的舞啊，不至于连个初级筛选都过不了吧？柳如烟老师，既然你不是故意的，那你觉得这支舞怎么样呢？柳如烟愣了一下，委屈道：“我太笨了，不懂这些。”我没忍住笑出了声。那你是怎么坐上导师席的？话一出口，我立刻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什么情况？这小子谁呀？人家如烟刚当评委，这不是霸凌新人吗？很多观众都说柳如烟是有舞蹈天赋的，人家靠第6感判断不可以吗？气氛一度降到了冰点，花程程连忙打起了圆场。哈哈，这位选手柳如烟是我们上一季的冠军。偶像出道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粉丝喜爱，舞跳的怎么样不能代表全部哦。我点点头，继续道：原来是这样，难怪你也能坐在那个位置。他竟然敢质疑我们花程程的舞技。花程程可是天坛 C 位，他算鸡毛。恭喜选手获得复活卡1张。所有人都把目光落在薛芊芊身上。抱歉没忍住，好点的节目我好爱，我准备把这张卡用了。谁能想到这才初赛，金主大爹就把复活卡给用了？就是，毕竟按照赛制，每一位导师只能使用1次复活卡，一般都是留给后期同组 PK 的。第1期节目结束后，浩成在后台找到了薛芊芊老师，真的非常感谢，我妈妈非常喜欢这档节目，我是来替她完成梦想的。如果初赛就被淘汰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加油小子，我看好你。随着第1期节目热播，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少热搜话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我在营销号的嘴中成了得理不饶人的选手。柳如烟扮演的角色是犯了错的小可怜，而薛芊芊在这个时候使用复活卡霸气护妻，为柳如烟犯的错买单。不错呀，现在的营销号很有想象力。也对，有人花了钱的话，什么都能写得出来。柳如烟擅长利用镜头，也擅长讲一些煽动粉丝情绪的话。很快，第2期节目开始，相比上一期，直播间人数又翻了1倍，现场人声鼎沸。开始进入导师和选手的互选环节，导师亮灯，然后由选手来选择加入哪位导师的阵营。每位导师可以选择7个名额，如果选手上台后没有导师为其亮灯，则表示淘汰。随后选手们依次上台，第1位是陈瑶，在去年和柳如烟一对被拉后腿淘汰的选手。
妥妥的实力派。3位导师都为他亮起了灯牌，他选择了最有实力的薛谦谦。第2位上场的选手只有花程程1位爆灯，顺其自然的加入了花程程阵营。第3位则是选择了柳如烟，我也想像柳如烟姐姐一样受欢迎。第4位是李娜娜，薛谦谦和苏白为她爆了灯。我想选择苏白老师，凹进薛谦谦老师。节目很快只剩下最后1名选手，浩辰的形象也是所有人里最好的，亮灯的导师薛谦谦和柳如烟老师。很快第2期节目就这样结束了。节目组为了制造悬念，准备第3期开场时再让浩辰给出答复。导演别逼我，到底选了谁？在酒店门口，我遇见柳如烟以及被她缠上的薛谦谦。谦谦没想到我这么笨的女孩子也能有做导师的机会，真是太谢谢您了。晚上可以让我请您吃顿饭吗？男人的脸没从手机上离开半分。柳如烟不甘心被无视。说起来你好像比我大很多，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叫你哥哥吗？你只是暂时有做商品的价值，至于你前几天的小手段，节目结束后我的律师会联系你。他说的估计就是前几天柳如烟买热搜炒 CP 的事情吧。众人看戏太入迷，没忍住笑出了声。柳如烟碰了一鼻子灰，看见我的那一刻，小脸彻底涨得通红。她大步流星地走过来，我有什么地方得罪过你吗？我抱着胳膊与她对视。我看过你在学校时跳的舞，跳得很好，可偏偏要用人设博眼球。柳如烟听完大笑，你还年轻，可能不了解我在国内的实力，跟我作对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这么快就露出真实面目了吗？那又怎么样？我是导师，你是选手，你斗得过我吗？哈哈哈。这本来就是一个竞技类节目，如果你还想依靠傻白甜人设博取同情，那我拭目以待。经过前面2轮的淘汰，分组后的选手进行 PK， 导师进行点评。第1组浩辰，我种下一颗种子，哺育长出的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随后4位导师亮出评分，花程程 7.5 分，薛谦谦 9.5 分，苏白9分，柳如烟0分。看着柳如烟给的评分，所有人都惊呆了。柳如烟老师，请问你打0分的理由是什么？抱歉，这支舞有什么特别的吗？人家太笨了看不懂。刘小姐真幽默，你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你坐在这个位置给出了0分，自然有你的想法。柳如烟本就为了哗众取宠，哪有什么想法？柳如烟老师，你是上一届的冠军，不如请您为我们现场展示一段你认为能得高分的舞蹈。柳如烟愣住了，她是因笨蛋美女人设出道，哪会什么高分舞蹈？我今天穿的衣服不适合跳舞。此话一出，很多粉丝开始质疑柳如烟。她今天穿的衣服挺宽松的呀，莫不是不会吧？我们如烟怎么可能不会跳舞？可能是身体不舒服。台下粉丝开始质疑。摄像机切到柳如烟，她脸上写满委屈。人家只是看不懂而已。柳如烟老师，你每次的点评都是我不太懂吗？装什么笨蛋美女啊？这么有心机，不该当偶像的。隔壁演员阵营有你一席之地。明星也好，偶像也好，都要靠实力和作品说话。而现在，某些人靠外表和莫须有的人设。随着第3期节目的播出，赛制变成1对1淘汰赛，选手开始抽签 PK。很快，整个赛场上的3强选手诞生，分别是花程程队的许晴、苏白队的李娜娜、薛谦谦队的浩辰、柳如烟队伍全员淘汰。节目的热度也登各大综艺榜单之首。最近网上开始有了骂他的声音，柳如烟越来越坐不住了。该死，最近买了这么多条热搜，网络上怎么还是这么多骂声？看到一旁喝茶的浩辰时，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再确认四下无人，没有摄像头，柳如烟彻底不装了。林浩辰，你为什么跟我作对？自从在这节目遇见你，就没有什么好事。浩辰装作无辜，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柳如烟气笑了，你早晚会知道，这些都是徒劳的，没多久观众就会淡忘这一切。是吗？浩辰似笑非笑的与他对视。娱乐圈不适合你，这节目要不是薛谦谦是投资人，你以为你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你不过是一个没有后台的大学生罢了，动动手指就能轻易毁掉。我故作害怕，说的后台有多强大似的。我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彻底把他激怒了。也就是你刚进娱乐圈，你去看看整个内娱，谁敢得罪我？欺负我的都被陈总、陈传思雪藏了。浩辰睁大了眼睛，陈总是谁？真是乡下来的土包子，陈传思的名字你都没听说过。柳如烟快被我无知的样子气疯了，估计平时提到这个靠山的名号，别人都会让他几分。可是我真的不知道，直播间的家人们，你们听说过吗？当我把手机从课本底下拿出来的那一刻，柳如烟彻底僵住了。天哪，点进来看帅哥，没想到吃了个惊天大瓜。陈传思不是第一季的投资人吗？可他40多岁都有家庭了啊！柳如烟竟然知3道3，这么劲爆的话题肯定要冲上热搜。当天，柳如烟后台就被网友们扒得渣都不剩，金主陈传思也因此事曝光，而被查出多项罪名，喜提引手镯。而你刚回到学校，竟看到一个黄毛富二代在欺负刚转学来的黑丝学姐。我不是故意的，修车的钱我赔。给你赔？我这可是保时捷718，裸
火车都70几万了，选配下来都快上百万了，你一个穷外地人赔得起吗？钟离怒气冲冲地吼道。心仪脑中如铁锤轰打，感觉天都快塌了。他高考全县第1名，政府奖励了1万元，上百万的车，这怎么赔得起？心仪无助地站在原地，感觉自己死定了。闻声有人出言道：不就行李箱碰了下，动不动就让人卖房子，就是再怎么也要先去4S 定损吧。是啊，我看事故也不大，就地出凹陷，也不至于卖房。钟离闻声更气了，他满嘴跑火车，胡乱说道：你们懂个屁！这是我才买1个月的新车，车子的贬值费需不需要赔？车子坏了，我的出行费、精神损失费等等，我给你说，少说你都要赔我10万块。心仪听说要赔10万块，眼泪还是不争气的溢出眼眶。我先赔你1万多块，剩下的我打工慢慢还你，可以吗？1万块连零头都不够，打电话让你父母筹钱。说完，他心中莫名的一喜，看来可以在他身上狠狠敲一笔钱，这钱刚好也能作为大学泡妞成本。就在这时，一阵机械猛禽的轰鸣声由远及近。你坐在车里，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辆火红的超跑上。趾高气扬的钟离也被炫酷尊贵的法拉第吸引，眼中透露着羡慕。这才是我所向往的豪车，自己这辆180手的保时捷真的就是工业废铁。很快有人发现了法拉第的不同。我看到了什么？行走的千万豪车，这可是10大神车法拉第拉法，法拉第中的贵族。驾驶室的蝴蝶翼门缓缓升起，你从中走了出来。钟离心中莫名嫉妒开法拉第拉法，嫉妒自己的风头全被你抢了。想到这些，钟离就更气了。打工牌穷，需要我等多久？3年、5年还是10年？你环顾了一周，对着钟离缓缓开口道：这辆车是你的，关你什么事？钟离越想越气，他把气全撒在了心仪身上。你把老子车碰坏了，装什么无辜？快赔我钱！一辆老款的保时捷718，你开口就要10万，也不怕闪了舌头。谎言被拆穿，钟离恶狠狠道：谁跟你说这是老款的？这是我才提1个月的新车，看在兄弟你的面子上，我也不为难他了。你帮他给我15万，这事就过了。钟离心中暗暗的自喜，碰到冤大头了，开千万豪车的可以，不过你这台5、6年车龄的保时捷，就这点小碰撞，可赔不起这价。你随手捡起砖头，用力把保时捷前保险杠砸了个稀巴烂。随后你看了看自己的杰作，笑着道：这样才是15万的价格。你欺人太甚！没错，我就欺你了，能怎么着？笑话？难道值着你欺负别人？你等着！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和我的律师说。你把律师的名片甩在了他的脸上。好酷，男友力爆棚，好有安全感。妈妈，我恋爱了，少年感爆棚啊！这颜值不去演电影里的校草，可惜了。性格霸道，简直是现实中的霸道总裁。周围的女生们纷纷对你好感上升至 max。此刻的钟离看着周中的律师名片，想多骗点是不可能了。所有人都在看他笑话，这是没完。到了寝室，他当着同寝室另外3个同学的面给你铺床，室友目瞪口呆的看着极其离谱的一幕，感觉他们的3观被毁灭。心仪的心中有种小期待，自己这么努力的收拾学弟，一定会夸夸自己吧，然后再主动要自己的联系方式。而你只是微微一笑，谢谢学姐，下回有空请你吃饭。这就完啦，一点都没诚意。学姐走后，3双眼睛就直勾勾的看着。可以啊，义父不声不响又拿下一个学姐，还调教的这么听话，教我们呗。这怎么教？除非你们也能单手开法拉第，还是让胖达教你们吧。就在这时，转学来的校霸为了装逼，在群里发了一张单手握法拉第方向盘的照片。谁想做我女朋友，这车就送给谁。群里蛙声一片，我却有些惊讶，因为倒视镜上挂着我定制的吊这车是我的，那他是谁？这时群里瞬间炸锅。我单身，弟弟你好，我有个同学说喜欢你，我可以陪你看日出日落，一辈子都黏着你。我有些诧异，把照片放大一看，在倒视镜上挂着一个吊坠，上面是我和苏青师的照片。这辆车是我的，那群里的这个富二代又是谁？他为什么能坐在我的车上？我不由得好奇起来。就在这时，苏青师打来了电话。小笨蛋，又忘记吃饭了吧？我给你买了你最爱的酸菜牛肉面，赶紧下来拿。哈哈哈，有女朋友的感觉真好。很快，浩辰来到宿舍楼下，就在2人你侬我侬，耀阳走过来，手里拎着一堆礼盒。耀哥回来了，我的天，收到这么多礼物！他们非得送我礼物，我也没办法拒绝，我只能在他们脖子上种个小草莓，当做回礼了。咋没人给那个酸菜哥送礼物呢？他也只配吃酸菜面。为了加强讽刺效果，小胖直接把我名字改成酸菜哥。酸菜哥也是很优秀的。众人大笑，看他们没事找事的样子，让我不禁想要逗逗他们。你说不要他们还硬送，咱们学校女生这么差劲吗？看样子你也不相上下吗？耀阳被我的话噎得脸红脖子粗。坐车带我表的事还没完，以后慢慢算。很快来到大2第1天开学，转来不少新生，举行班委投票竞选。我决定把班长给耀阳同学。班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我有些目瞪口呆。好家伙，这哪里是班委竞选，这简直是给班里同学画等级，谁有钱谁就当班长。我天生反骨，直接就站起来问道：老师，不是投票选举吗？怎么还内定啊？
辅导员看了看我，你有什么意见？我要是也想当班长呢？有些人真是不自量力。别这么说，不行给他一个劳动委员，他肯定行。班长需要服务好班级同学，需要一定的人脉和资本。耀阳同学这方面能力比较强。我笑了，说白了，有钱就是能力呗。可耀阳不一定是真有钱。有些同学要从自身找原因，不能一切都责怪世界。发言之前要想想大局，不能只考虑自己。说着不屑地看了我一眼，正好露出他脖子上的一颗小草莓。我瞪大了眼睛，好家伙，难道是耀阳种的？开学第一天就和辅导员约会去了。耀阳耸了耸肩膀，投来一个骄傲的眼神。辅导员摸了摸脖子，直接离开。到了下午，辅导员打电话叫耀阳去取本班的军训手册，结果他放下手机，竟然对我颐指气使的下命令。酸菜哥，我不想走，你去，你把手册取回来。你在开什么玩笑？我让你取也是给你脸，这脸你接不住，以后可就没机会了。你的脸可千万别给别人，我怕别人看了想吐。耀阳气得脸红脖子粗，似乎要和胖达打一架。你跟这样的人生气，不值得拉低了你的身份。说话的女生叫马如烟，耀阳温柔地看向她。如烟，我们约会去，夏虫不可以语冰。随后俩人满眼柔情蜜意地离开。到了晚上，楼下忽然传来闹哄哄的声音，我往楼下看过去，竟然有人用蜡烛围成了一个星星。马如烟站在圈里，穿着婚纱。突然马如烟大声喊道：耀阳，我喜欢你，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同学们在一旁起哄道：耀阳，马如烟做你女朋友了，你什么时候把你的法拉第开过来呀？是啊，你这法拉第什么时候开来呀？我顿时就来了精神。耀阳脸色一变，当场就开始瞎编了。我爸让我低调一点，不能轻易开过来。马如烟一脸幸福地看着耀阳，亲爱的，咱们不能炫富，否则被坏人盯上就麻烦了。我们这周末悄悄地去兜风吧，更安全。耀阳尴尬地笑着道：没问题啊。我歪着头看着耀阳表演。我的车你到底怎样才能开出来啊？现在这剧情我可是越来越期待了。第二天，我小姑给我打电话说要来看看我，开着她的兰博基尼就来了。我跑出去见到小姑，瞬间就傻了。只见蓝色炫酷的兰博基尼和刚满18岁的小姑递给我不少高端衣物的袋。看看你穿得破破烂烂，怎么能找到女朋友？我接过袋子，挠着头说道：小姑，我有女朋友，不要调侃我了。说完，我拎着东西一路小跑。没想到这一幕被别有用心的人拍了下来。当晚学校贴吧里就出现了一条火爆的帖。大二男生被富婆包养，有图有真相。这帖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火爆校园网，下面的评论让我呼吸急促起来。真是我们学校的，这么快就堕落了。难怪那天学校门口这小子能开上法拉第，原来是蹦上富婆了。小哥哥长得又帅，学习又好，肯定是把富婆伺候好了，富婆才送他跑车。求富婆联系方式。别查了，富婆是某公司老总，这小伙子真幸运。我眯起眼睛，看来这是有人在推波助澜了。第二天，我一出门就被人指指点点。面对大家的冷嘲热讽，我却十分淡定，因为造谣诽谤我的证据我拿到了，让我爸公司里的网络工程师调查。不久查到了发帖人就是耀阳，我始终没整明白耀阳为啥疯狂的要整我。得知真相，我才笑了。陈哥，都这个时候了，你还笑得出来，是不是有什么眉目了？马如烟竟然因为争风吃醋。马如烟和耀阳处对象后，耀阳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油水，于是他把目光盯上了我。当我被包养的帖子一出来，马如烟就加了我的微信。我以为他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和我说，于是通过了验证申请。结果马如烟第一句话就让我震惊了。他说了什么？富婆包你给多少钱呀？小哥哥，你可以给我花花吗？我为什么要给你花？你给他当情人，我也可以给你当情人，物质不灭，有钱大家一起花。当时就把我 CPU 干烧了，想了半天才明白，原来马如烟是想拿我当凯子。我当时就想把他拉黑，我想到耀阳，又于是心生一计。结束聊天后，耀阳翻马如烟的手机时，发现了我们的对话，那些敏感词汇深深刺痛了耀阳的眼睛。他疯狂地质问马如烟：你是不是要枪毙我？啊！马如烟尴尬地解释说，他先勾引我的。于是耀阳心里发誓要把我赶出学校，于是开始在网上带节奏，让我滚出学校。辅导员直接给我打电话，让你家长来一趟学校。第二天我妈直接来了，辅导员见到我们后，直接把手机推了过来。你自己看看你儿子品德有多恶劣。我妈皱着眉开始刷手机，脸色越来越沉重。她是轻易不发火，一旦发火就会掀起滔天波澜。辅导员看了我妈的样子，露出一丝得意的笑。这位家长，穷不能穷教育，再困难的家庭也不能忽视对孩子的道德教育。我妈看了我一眼，我轻轻摇摇头，示意她稍安勿躁。鉴于林浩辰严重败坏了学校的风气，让他主动退学吧。我妈冷笑着带着我转身就走了出去。门口站着耀阳等好几个人，他们一边戏谑地看着我，一边看着我愤怒不已的老妈。辅导员追了出来喊道：你这家长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儿子给学院抹黑，这么严重的事你不给个态度？网址我已经收藏了，我会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了解清楚，到时候会给你们发函。八函装的还挺像，有些人的卑劣真是从骨子里带出来的，子不教父之过呀。我妈直接一巴掌呼了过，所有人震惊，然后转身离开。到了晚上，我妈就打来了电话，帖子已经删了，热度降下来了，你什么时候需要追责，直接联系我。
再等等吧。对了，老妈，为什么耀阳能开我的车，带我的表？查明白了，耀阳他爸是咱家新招来的管家，我一会让他给你打电话。得了，真相大白。耀阳他爸利用管家的身份，偷偷把你的车给了耀阳开。接下来就是我这个真的富二代装逼打脸的时刻喽。过了一会，一个陌生号码给我打来电话。大少爷你好，我是新管家，你叫我老耀就行，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老耀，我那辆法拉第可以送去保养了，你明天去处理一下。管家迟疑了片刻，试探问道：大少爷，您最近要开这个车吗？最近不开，过段时间再说。管家这才放心的挂断电话。周末耀阳回了一趟家，等到在上学的时候，他果然开来了我那辆法拉第，直接停在了马如烟的寝室楼下。耀阳搂着马如烟，得意的笑着对我说道：酸菜哥，追女人你得有实力，听你那个寒酸的样子，你觉得如烟会看得上？马如烟嘲讽道：老公，你也别这么说，他不也坐过兰博基尼吗？不过是沾人家富婆的光而已。这话一下子就说进耀阳的心坎，他猖狂的笑了起来。笑吧，明天有你哭的。晚上，我拿着备用钥匙打开车，把我的吊坠和手表拿走。第二天一早，我直接给管家打了个电话：老耀，一会把我车里的吊坠和手表给我拿过来，我在学校等你。管家震惊了：少爷我怎么了？车不是在 4S 店吗？你直接取东西过来就好了。难道只有我爸说话管用？我说话你就不听？不，少爷，我尽快给你送过去。下一秒，耀阳的电话响了起来。他接听后脸色一变，然后直接回到车里翻找吊坠和手表。在大家诧异的目光下，他慌张地跑下车质问马如烟：如烟，我车里的吊坠和手表你拿了吗？没有啊，老公，你丢东西了。耀阳有些慌了，他连忙又打了个电话。我似乎听到对方在劈头盖脸地骂他。耀阳放下电话，满脸愤怒地看着我说道：是不是你小子偷了我的东西？你赶紧拿出来！我笑着摊了摊手。车钥匙你睡觉都握着，我怎么上你的车拿你的东西啊？要不然报警。马如烟和其他几个同学也点头赞同。耀阳急促地喊道：不能报警！众人都不疑地看着耀阳，随后他手忙脚乱地跑进车里。马如烟有些气急败坏的：老公，你干嘛去？今天不是要出去兜风吗？今天家里有点事，改天再陪你。他一踩油门就要跑，我悄悄在衣服兜里按了一下钥匙按键，车子直接熄火。价值8000万的法拉第直接停了下来，还擦坏了保险杠。所有人都傻了。耀阳惊慌下车检查，发现侧面有一道划痕。随后他愤怒对马如烟喊：都怪你，非得在我开车的时候说话，这可怎么办？马如烟脸上瞬间委屈起来。我笑了笑道：耀阳，你是不是没钱修车呀？我看那痕迹就轻轻划了一道，500块钱就搞定了，你不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一听我这话，马如烟也止住眼泪，无疑的看向耀阳。耀阳脸色一变，温柔道：宝贝，对不起，刚才不是故意凶你，别说撞车了，就是扔掉我也不心疼。我心中冷笑，修车费起码10万块，看你爹到时候心不心疼？耀阳把车开走后，我再次给老耀打电话：老耀，你什么时候到？大少爷，您再稍等我一会，我忽然拉肚子。老耀，都1个小时了，你到哪里了？大少爷，您听我解释，我刚才出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厕所里了。我直接挂断电话。到了晚上，我看见耀阳鼻青脸肿的回了寝室，估计被老耀揍得不轻。老耀应该拿着我的车去修理了，没1周的时间回不来。之后的几天，耀阳之前的反常表现让同学们开始腹诽起来。耀阳可能是打肿脸充胖子，他根本就不是富二代。他衣服都不是高端品牌，好像还是山寨货。马如烟自然也听到了这些声音，于是开始疑问耀阳：如烟，你在说什么？难道你是因为钱才跟我在一起的？马如烟家里虽然不至于太有钱，也绝对不是什么普通人家。这样的女人找耀阳是为了更多的钱。见耀阳身份似乎存在水分，马如烟也爱搭不理，于是他又想出了一个更觉得好点。我承诺在你20岁生日的时候为你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宴会，同学们在我家里举办，到时候全都来，就在江北的别墅。之后耀阳还发来了一个定位，我拿着手机一看，话都说不出来了。我的法拉第和手表已经成了你的，怎么我家的别墅也成了你的了？行吧，那就等别墅过生日那天一起来点刺激的吧。过了几天，老耀给我打来了电话，差点都快哭了。大少爷，您的吊坠和手表真没在车里，是不是你忘了放在哪里了？我笑着说道：那就报警吧。老耀犹豫了半天，才吭哧瘪肚地说道：不用麻烦警力了，我再找找。对了，我买了4瓶限量版的罗曼尼康帝，会邮寄到别墅，你安排人帮我收。老耀立刻紧张起来：少爷，你最近要去别墅吗？你身为管家，这时候你不应该问还需要我准备什么吗？很快时间来到生日宴这天，马如烟盛装出席，耀阳西装革履，一副霸道总裁范。我看着那套衣服也是哭笑不得，那是我18岁时老妈给我私人定制的，平时我也不怎么穿，就放在家里，估计是老妖偷的吧。大家不要搞坏房间里的东西，2位主角马上到场，大家稍安勿躁。我趁着大家不注意，把我放在储物间里的4瓶罗曼尼康帝拿了出来。小胖看到后眼睛一亮，连忙打开一瓶，跟几个同学豪饮了起来。半个小时后，耀阳和马如烟漫步从楼上走下来。这扑面来的贵气逼死人，耀阳家真是太有钱了。这一幕我只在电影里见过。
马如烟好幸福啊，找了个富二代。耀阳听了这些话，更加的得意了。欢迎大家来到我家，一起为如烟庆生。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说完，他绅士有礼貌的鞠了个躬。今天的主角当然是马如烟，我准备了一个超大的蛋糕，让我们一起去切，好不好？大家纷纷掏出手机，准备记录这幸福的瞬间。而此时的我也拿出了手机，发了条信息：老耀，我跟朋友还有10分钟到市区别墅，你把我法拉第开过来吧，我一会直接开走。老耀直接把电话打了过来。少爷，你不是说下个月去别墅吗？怎么了？不欢迎我回家？我回我自己家还得向你请示。不是的，大少爷，别墅还没有打扫。没事，我不住，我就取点东西。接下来老耀又说了很多，这不方便，那不方便，我懒得和他说，直接下达了命令道：你是需要我迁就你的时间，就10分钟，我要去别墅，你别废话了。然后我直接挂断了电话。另一边，马如烟已经许好愿望，和耀阳俩人手握着一把刀。就在这幸福至极的时刻，耀阳的电话响了起来。等等我一下，我接个电话。然后转身去接电话。我离远一看，耀阳接电话的时候，脸上带着委屈、慌张、愤怒。肯定是老幺给他的电话，让他赶紧拔芦滚蛋。好戏开场了。此时大家都跃跃欲试，等着他切蛋糕。同学们不好意思，我刚刚接到电话，说物业10分钟后要来做全屋消毒，需要我们立刻散场。同学们都愣住。马如烟吃惊地看着耀阳问道：物业消毒需要我们散场吗？耀阳被逼得满脸通红。我的别墅消毒非常复杂，也是刚刚通知我的，所以抱歉了。大家有些无语，说话也一点酸。刚开始就结束啊，那我们玩呢？就是啊，刚来别墅，屁股还没坐热呢，就让我们走。我也带礼物来的啊。真的太搞笑了，一个物业就能让主人把客人赶走，这房子到底是谁的？马如烟觉得没有面子，当场就冷冷地说道：耀阳，你是不是抽风了？今天可是我生日，是你亲口说来你家帮我庆祝的，现在把大家撵走算哪门子事啊？现场一片混乱，就是没人走。耀阳十分着急，不停地看着时间。如烟，你理解我一下好吗？我下次保证给你一个更好的生日宴，这次真的散场了。小胖见俩人要吵架，上前劝说：耀哥，能不能和物业沟通一下？你每年交几十万的物业费，他们就不能好好服务你吗？耀阳直接怒了，他直接大声喊道：宴会结束，赶紧走吧，别玩了。我看了下时间，已经过去了5分钟，耀阳都快哭了。同学们都没散，他跑到礼物区，把各种礼物全都丢进垃圾桶。所有人都被他的迷惑行为整懵了，大家更不走了。有好奇的已经开始拿出手机。耀阳见所有人都没动，疯了似的喊道：你们还站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滚！大家都被吓到。我坐在沙发上静静的看着。耀阳看向我们这边，林浩辰，你们赶紧给我滚出去！我歪着头笑着说道：耀阳，一个物业消毒，你至于这样吗？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耀阳被我问住，直接傻了。别墅里的其他同学也开始质疑了。对了，一次消毒而已，你至于这么慌张吗？整得这么紧张，就跟不是自己家似的。这一句话直接惹火了耀阳，他表情狰狞地说道：这就是我家，你再说一次。说话的女生被耀阳吓得花枝乱颤。时间越来越接近1分钟的期限，耀阳越来越暴躁。马如烟走过去，竟然被耀阳直接推倒。马如烟一脸的震惊：耀阳，你竟然敢推我，我们结束了，分手。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响了起来，我直接打开免提功能。大少爷，您到了吗？耀阳猛然回头，眼里带着震惊的神色。到了。你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到您？我在屋里。您进去了。我直接挂断了电话。耀阳直接傻眼了。大门被推开那一刻，同学们的目光都在门口那个男人的身上。老耀手忙脚乱地走了进来，他看见我坐在沙发上，周围乱成一团，整个别墅都带着乱七八糟的景象。他直接一巴掌扇在了耀阳的脸上。大，你为啥又打我？同学们都震惊了，眼前这个老头竟然是耀阳的爸爸，看穿衣打扮和气质也不像富翁啊。大少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管教不严，您大人有大量，我儿子就是想见您家的别墅办个小聚会，我肯定给您收拾干净。同学们都震惊了，看来老耀还不知道我和耀阳的恩怨呢。大少爷，别墅的主人不是耀阳，而是浩辰。我笑着对老耀说：你儿子偷开我的车子，偷穿我的衣服，偷用我的别墅，而且还造谣污蔑我，你一句道歉就结束了。我拿出手机，点开我和小姑的照片，大声说道：老耀，你告诉大家这个女人是谁？老耀颤抖说道：这位是你小姑啊？怎么了？全场哗然。原来那个富婆是浩辰小姑，原来浩辰才是真正的富二代。原来耀阳是个假冒伪劣。同学们都对耀阳投以鄙视的眼神。耀阳是个山寨的，真是自欺欺人啊！他只是管家的儿子啊，他也好意思装。马如烟也一巴掌扇在耀阳的脸上。耀阳，你骗我，你根本不是富二代。我冷冷地说道。耀阳说我被富婆包养的帖子是你发的，把我名字爆出去是小胖做的，让我退学也是你们找的水军。律师下午就会向法院提交证据，我要起诉你们造谣诽谤，泄露我个人信息，你们等着吧。路过老耀的时候，我眯着眼说的。对了，你儿子把我车撞坏了，我还得报警抓他呢。我路过小胖的时候，还笑眯眯地说道：我买了4瓶罗曼尼康帝，你偷喝了2瓶，记得把钱还给我，每瓶20万。
然后我直接离开。不久，耀阳因为造谣诽谤、扰乱社会治安等问题被拘留了，这一生都留下了案底，出头无望。小胖被关了7天后，赔了我20万，最后灰溜溜的退学了。马如烟更惨，他爸和我家有业务往来，我妈大笔一挥，直接让他家破产了。那个势利眼的辅导员老师也因为师德败坏被开除，老要暗地里偷我家的东西，最后不得把房子卖掉赔钱，被我妈扫地出门。就在这时，苏青师打来了电话。浩辰，你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去吃饭。行，你在校门口等我，我刚好没吃中午饭。被他一说，也确实有些饿。苏青师和嗨斯学姐心语，并称南大舞蹈系2朵金花。大学门口，苏青师站在路口，她性感的穿着，让经过的异性忍不住观望。不愧是学舞蹈的，苏青师那身材与容貌，绝对算是拔尖的那一批。这时，一辆保时捷停到苏青师旁边。青师天气这么热，别站在那了，到我车上坐会吧。你要去哪里，我送你去。开保时捷的男生叫王子涵，是南大大4的学生，也是比较有名的富二代。凭借保时捷，他交往过许多的女朋友。苏青师不说话，直接换到一旁等来。王子涵把车又开到了苏青师的跟前。我家里开了个高端的餐厅在附近，今天有空赏脸一起吃个饭不？争取今天拿下苏青师，够我在学校吹无数牛逼了。不好意思，我约了人，还有我今天没空，明天没空，以后都不会有空，你找别人吧。苏青师冰冷着脸，无情拒绝。被拒绝2次，王子涵心中很气。你这个拜金女，装什么纯？约了人，和你约会的是哪个？妈的，这种尤物，竟然被别人捷足先登了。苏青师一脸的冷漠，不想理他。怎么不敢说出他的名字？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我有钱，所以你才不好意思说？苏青师撇嘴，感觉这只围绕身边嗡嗡嗡的苍蝇很烦。浩辰怎么还没来呢？我可是特意穿了他喜欢的衣服。一辆红色法拉第从远处快速行驶而来。我靠法拉第拉法！王子涵看到法拉第后无比的兴奋，他眼神中充满了羡慕。然后他愣愣地看着苏青师坐进了法拉第的副驾驶，他惊呆了，尤其想到之前还在苏青师面前装逼，是不是他没有我有钱？现在想起这句话，王子涵恨不得给自己2耳光。怪不得苏青师看都不看自己一眼，原来找了个超级有钱的贵公子。很快来到一家5星级酒店，苏青师心中忐忑不安。浩辰，这是要干什么？开房间吗？苏青师硬着头皮找了个烂理由，吞吞吐吐地说道：“学弟，我那个还没走呢。”你脑袋一天在想什么？直接给他小脑袋一个弹指。谁说来酒店就必须是开房？这里有私厨的好吗？我们今天只安心吃饭。哦，好的。苏青师乖巧的点头。2人来到餐厅，点了菜后，2人坐在一起，愉快的聊着趣事。据说学舞蹈的身体都很柔软。听你这么一问，苏青师的第一念头就是可解锁更多姿势。感受到苏青师古怪的眼神，你又想到哪方面了？我这是个正经的问题。就在这时，手机响起，刚好手机在苏青师那边，便让苏青师开免提。请问是浩辰先生吗？得到肯定的回应，他继续道：浩先生你好，我是魔都车牌拍卖的工作人员，您2000万溢价拍得的车牌11111之后的过户与上牌都由拍卖行为您服务。开的免提，苏青师听得一清二楚，他张着小嘴，整个人都惊呆了。学弟溢价2000万购买了一个车牌，还只是溢价2000万。顾先生您还在吗？在我们拍卖行还有一个明星车牌 AC8888在拍卖，请问先生是否感兴趣呢？拍卖行的工作人员怕你不懂，还特意解说了一下。AZ 车牌只有2000多张，90年代一块 AZ 车牌拍出过30万的天价。沪 AZ 车牌除了它的经济价值，也还有历史价值。直接说价格。AZ 8888车牌的价格是500万，这么便宜，买了。我在乾坤5星饭店，你直接过来吧。刚挂断电话，旁边不远处听到通话的几个中年男人语带讥讽：哈哈，还溢价2000万买了11111车牌，搁这唱双簧呢。现在的年轻人太浮躁了，一天净白日做梦，一点都不干实事。其中一个男子腰上别着宾利钥匙的人直接说道：小姑娘别被这小子骗了，1111的车牌根本不可能拍卖，拥有这车牌的人在良城商界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宾利男说完，还有意无意的露出自己挂在裤子上的宾利钥匙，发现苏青师这么美，多少有了点其他念头。又看到你在那瞎装逼，他们直接上前戳破谎言，最好让你的对男的产生厌恶，我们才会有进步。小伙子，看你这么年轻，我作为过来人提醒你一句，还是要走正道，要脚踏实地做事。宾利男以长辈的口吻说，眼神却一直盯着苏青师的大长腿。你看我勤勤恳恳的做事，现如今我在魔都有3套房，名下多辆车，前几天还新提了辆宾利车。宾利男装逼正高兴，苏青师却被他猥琐的表情吓了一跳，对他非常厌恶。你平静的坐着，安静的听着宾利男在面前装逼。是啊，我老大哥就是牛皮，大哥的公司一年利润1000多万，大哥身家上亿，年轻人你应该多和我们大哥学习学习。旁边几个一起吃饭的人也在拍着宾利男的彩虹旗。宾利男傲气的笑了，苏青师想反击，被你拦了下来。随后你缓缓的说道：你们说够了，逼装完了，你身价上亿，你年赚1000万，这点成绩很值得炫耀吗？你不屑的说。
随后你直接把法拉利钥匙拍到桌上，打开手机银行余额，我存款1年的利息都比你公司1年的利润都高。闻声几个男人呆若木鸡，当他们看到银行卡上那一连串的数字，宾利难不相信这是真的。一个年轻人的银行卡里拥有100亿存款，没想到随便装个逼，竟然装到大佬头上，劈到钢板上了。这一刻，他们只感觉身体发软，失魂落魄的瘫倒在地。回到学校处理好上排的事，夜晚悄然而至。我女朋友说，她约了她3个室友，叫我们去吃烧烤。哦，你才是亲义父呀！自成，你女朋友在哪里读？我女朋友也凉城本地的，离南大学距离不远，就近10公里。随后几人在学校大门的不远处找了个烧烤摊坐下。你女朋友什么时候到？他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她室友来没？胖达急忙问道。子成笑道：放心，都来了，机会自己把握住啊。嘿嘿，待会我给大家来个现场教学。很快，4个女孩下了出租车，众人看着4个女孩走了过来，胖达眼神发亮。美女啊，长得也太漂亮了，最前面那个我先看上了，你们可不许抢啊！子成有些怨气的说道。卧槽，朋友妻不可欺，那个是我女朋友。啥？你女朋友？众人傻眼了。要是你有这种颜值的女朋友，几人不意外。而子成长这样，女朋友的颜值竟然这么高。随后，胖达凑到女孩身旁道：“哈喽，美女，那个我嘴巴有点笨，不知道说什么，但是你可以质疑我的情商，但请不要质疑我的眼光。”哈哈哈，现在不是挺会说的吗？毕竟9年义务教育出来，遇到对的人就这么能说。说话一套一套的，那套住你了，能不能带走？哼，我可没那么容易被套路。我懂了，机会给我了，剩下的看我努力。真会说，你准备怎么努力？先走流程呗，温馨的聊天和浪漫的约会肯定都少不了呀。那你先来，哈哈。那你负责配合。怎么配合？装成我女朋友就行，时间1辈子。女朋友还能装吗？你分明就是对我图谋不轨，哼！这都被你看出来了，眼光不错啊，能让我图谋不轨的也只有你了。这话骗骗其他女孩子也就算了，我可不吃这一套。没关系，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那你可真有耐心，哈哈。并不是，我一般没什么耐心，但有时候特例就是这样留给特殊的人。怪我喽？是啊，所以你要对我负责。怎么负责？怎么不得看个电影，吃个饭？哈哈哈哈哈！绝了，真茶呀你！不茶一点，怎么找机会上位啊？那你明天穿的美美的。OK， 尽量，哈哈哈。众人惊讶，就在几人聊得正起劲，忽然一声巨响：操！你特么在老子面前装什么清纯？给脸不要脸是吧？几个男子一边骂着领头的人，一巴掌呼在短发女人头上，而在他身后的短发女生已认识，正是嗨丝学姐心仪。就在几分钟之前，几个醉汉看到清纯的年轻女孩，猥琐的笑道：陪酒多少钱一碗？这可把心仪气坏了，神经病！直接把男人惹怒，一拳头打在刘瑶头上。接着，另外的几个醉汉也纷纷加入。刘瑶忍着剧痛，把陈雪挡在身后。我特么给你脸了，老子看上你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被人簇拥讨好的细话，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心仪很无助绝望，周围吃饭的人也被吓了一跳，有的拿出手机报警。我报警了，等警察来处理吧。眼看着桌子就要打到刘瑶，你站了起来。3个室友喊道：浩辰别去，已经打了报警电话了，别逞能。你并不理会，直接冲了过去。在场的女生们悬着的心有了丝丝慰藉。眼看着醉汉举着桌子就要砸下，你非冲过去一个边，醉汉被踢了个狗吃屎，躺在地上如同死猪。这一下，周围打人的醉汉也反应了过来，找死！面对迎面大汉，你不退反进。一阵巨响过后，他们都失去了意识。最先被踢飞的醉汉头脑清醒了过来，老子要砍死你！说着拿刀冲向。看到这一幕，所有人心头一紧，心中祈祷你千万不要有事。看来还是太善良了，劲又少了。瞬间冲上去，挥出数十拳，把醉汉直接打到吐血，并才罢休。远处众人被震惊的嘴巴张得老大，几个女生对你更加刮目相看，感受到大家的关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被打。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心中有正义。喂，等等我！身后传来黑丝学姐清脆的声音，她跑了过来，累死我了，还好你没走。她手中拿着件新买的衣服，给你的。心仪目光扫过4个女孩，眼神中带着点敌意。这些女孩该不会也是仰慕他的吧？你刚才真是帅爆了，能留个联系方式给我吗？次日体育课，操场传来惊呼声，引得所有人都抬头看去。这不是贴吧里那的一熟悉的细花吗？他怎么来操场了？他的出现让所有人眼前一亮。这么热的天，细花是为了给某人送奶茶吗？是谁这么幸运？浩辰给你奶茶。众人惊讶，细花居然主动给浩辰送温暖。在场的男生眼睛都极度的红透。顶尖颜值的女生就那么几个，他一人就虏获了2个校花级美女的芳心。糊涂啊，他是渣男，他已经有女朋友了。心仪语气冰冷，关你们什么事？我乐意。他把奶茶递给你就离开了。浩辰一脸茫然，卧槽，吴贝楷模牛了。苏青师与心仪该不会都在争抢你吧？这位同学，你既然有学姐了，就请你远离心仪。来人叫刘子敬，与心仪是一个班的。刘子敬是心仪的爱慕者。你认为自己长得帅就可以脚踏2只船吗？浩辰淡然道。
抱歉，我何来的脚踏两只船？刘子敬高声道。总之以后你不能再让心怡给你送水，你配不上她。闻声胖达上前说道。你特么有病，请你先搞清楚，是心怡主动送水的，有本事你让心怡不送啊！刘子敬也不甘示弱，心怡是被她表面的颜值给迷惑住了，等她到了社会，她就会明白长得好看并不能当饭吃，只有有钱才是万能的。刘子敬仿佛找到了巨大的自信，嘲讽道。你知道我家一套房多少钱吗？我家里的一套房你们奋斗一辈子都买不起。听到这些话，周边的同学都沉默了。刘子敬语气变得十分嘚瑟。我家里的房子价值200万，这样的房子我家里有4套，你拿什么跟我比？他讥讽地看着浩辰。就在这时，学校的保卫走了过来，大声喊道：浩辰同学在不在？你的法拉利阻碍了学校的园林修剪，快去挪下车。好的。你说完便去移车，看你掏出法拉利钥匙，刘子敬猛，全部人都惊得目瞪口呆。我操！一出生就在终点。不一会你就挪好车回来。子成上前询问浩辰，你法拉利价值多少钱？不贵，也就2000多万。 2000多万能买刘子敬家10套房了。此时刘子敬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自己需要家里的房子价值800万，而人家开的车就价值2000多万，自己这纯属是伸出脸让他的。很快时间来到苏青师过生日这天，周围的一家爱马仕吸引了我的注意，也吸引了很多校园富二代情侣。想到今天是苏青师生日，刚好小姑给我那张全球通用至尊购物商卡还没用过，随后朝着爱马仕豪楼里面走。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他看着我的穿着。 表面上客气，但眼中还是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一身烂大街的衣服也敢进爱马仕？我先随便看看，头一次给喜欢的人买包包，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而当下女服务员的态度便是有些冷漠起来，还摆了屌丝模样的我一眼。杨哥，你能给我买个包包吗？这时，一道令我熟悉的声音响起，我扭头一看，来人正是我的前女友陈如烟跟富二代陆阳。是杨少啊，这是你女朋友吗？真好看。我身旁的女服务员一看到陆阳，态度顿时180度大转，急忙笑着迎了上去。陆阳家里有钱，无论走到哪都是惹人注目的存在。当下对女服务员笑道：“这是我女朋友陈如烟，带她来买个包包。”陈如烟俏脸闪过一抹红晕，果然是杨少，走到哪里都有面子。当下陈如烟指着一款名牌包道：“杨少，我想要这款。”那款包被放在柜子里，显得很是奢华隆重。导购员张如笑着说：“这款包是爱马仕镇店之宝，全球只生产了10套，如果要买，至少也得要360万左右。”陈如烟吓得捂住了自己的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爱马仕纯手工制作，做工精良，今年刚问世便拿下了世界奢侈品排行榜前10吧。张如略微有些惊讶道：“看来你懂得很多呀。”我只是对奢侈品喜欢研究。说完看向陈如烟：“亲爱的，你也真有眼光，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咱换个别的吧，5、6千的都可以。”要让陆阳360万买个包，杀了他算了。陈如烟撇了撇嘴：“我们宿舍燕燕她老公还给她买了一个10多万的包包呢。”好啦，等下个月我生活费多点，给你买个更好的。这时候，一个有些年轻的导购员走了过来：“先生您好，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我想买件礼品送人。随后，我把至尊购物卡拿了出来。这是黑金卡，他一脸的难以置信，一个普通学生居然有黑金卡。我一脸疑问道：“这黑金卡有什么作用吗？”里面的消费额可以透支到3000万，而且最低消费是50万起。我更猛啊！知道小姑现在很奢侈，没想到这么奢侈。先生，我们这家店的配置除了一款典藏版的包包，基本上其他的奢侈品您是无法消费的。我去把那款典藏版的包包取出来给您看看。而那边陈如烟正一脸崇拜地看着陆毅介绍这些奢侈品，又看到一个小导购员拿了钥匙过来取那件典藏版包包。导购员张如皱眉道：“王小飞，你干什么？”王小飞捏捏诺诺道：“我把包拿出来给客户看看。”这种东西是乱看的吗？王小飞恭敬地看向我：“是这位先生。”陆阳、陈如烟闻言也看去，陆阳看到是我，直接大笑起来：“你说什么？这人要看这款典藏版包？”陆阳指着我，好像看到了天大的笑话。陈如烟也是鄙夷地看向我，导购员张如的脸也拉了。王小飞，我看你是晕了吧？这种人能买得起我们的包吗？你开什么玩笑？他手里有黑金卡，是我们的至尊级客户。陆阳直接笑喷：“还至尊级客户？你要还知道丢人2字，就赶紧滚！”我听着几人的嘲讽，甚至连个导购员都鄙夷地看着自己。我将黑金卡往桌子上一排：“今天就买这包了。”而一旁的王小飞已经拿来了读卡机，我输入自己的生日密码，滴的一声，全场的人都震惊了。我去360万的爱马仕太土豪了吧！一众女生看向我的目光一下全是火热，陆阳更是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他感觉自己的脸一阵疼痛。浩辰，这卡你哪里弄来的？360万的包啊，说买就买。如果这个包是买给自己的，那现在岂不是集齐了所有人崇敬的目光？我看了眼陈如烟，懒得回答。尊贵的先生，我为您包起来，请您静心等候半个小时。这是奢侈品，包装自然要特别精良。而我看着一群男女学生全都朝着自己震惊的看，十分不好意思说了句：“不用了。”随后拿着包想直接走。等一等，你给我站住！脸色难看的陆阳这时候堵在了我的面前。你有什么事？陆阳哼笑一声，指着我手里的黑金卡。
卡。我怀疑你这黑金卡是偷的，现在盗取别人的密码可不是难事。说完，看向一旁的导购员张鲁，我劝你还是联系一下你们的领导层，这种事一旦曝光出去，可是对店里的声誉造成很大的影响。陈如烟也回过神来，是啊，这种穷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贵的包？还有这种至尊卡？陈如烟实在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张如一听，好像真有些道理。当下他看向我道：“你先留在这里，等一下我们经理会马上过来。”说完还跟防贼似，堵住了我离开的去路。我没想到自己买个包都能惹出这么多乱子来。看这架势，就算是想走，自己也走不了。很快，一个30多岁、气质极佳的女人走了过来。张如立刻把怀疑我是偷卡贼的事情跟经理说。经理打量了浩辰一眼，而后露出了职业化的微笑：“先生，实在是抱歉，我们能不能检验一下您的这张卡？”我很无奈，只能把黑金卡交给他。随后，女经理拿出来一个专门的补卡仪器，熟练的将卡放在里面。先生，您贵姓？能不能把证给我一下？我叫浩辰，我小姑李妙妙。这个穷逼，看你怎么办！陆阳在一旁冷笑，还掏出手机，随时准备报警。而女经理也很快检验完，上面显示浩辰的确就是黑金卡的持有人，这黑金卡全球就10张。女经理想到这些冷汗直流。该死的张如，居然害自己得罪了这样一位大佬。尊敬的浩辰先生，请饶恕我们刚才的冒犯，这就是属于您的黑金卡。张如还摆着伸手拦着浩辰的姿势。经理不会搞错了吧？女经理猛地抬起头来，上去就打了张如一个耳光。还不把你的手放下！张如捂着脸退到了一旁。女经理走到陆阳跟陈如烟面前，请问两位，你们刚才诱导我们的导购员，冒犯我们尊贵的客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是让你们确定一下。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现在如果你俩不买东西，就请出去。陈如烟眼神示意陆阳，希望他能顶上场子去。可陆阳满头大汗，就算是现在狠狠些，买个10万的包在他面前，连个屁也不是。陆阳脸已经被抽得很疼，咬咬牙，而后拽着陈如烟不甘的离开。张如悔的肠子都青了，这明明是我的客户啊！今天麻烦你不用包装了，我还有事。出了店门就接到苏青师的电话：浩辰，你到哪里了？你宿舍的也都来了。我马上就去。挂断电话，看了一下手里的包，干脆就到旁边超市2毛钱买了一个红色的大塑料袋，把包装了进去。结果到了聚会现场，却被嘲笑是地摊货。堂弟女朋友以为拿捏住地住我的别墅，把自己当主人，将我放在别墅里高档红酒拿去泡澡。我给苏青师买了个360万，也被他换成了地摊货，并警告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别整天在你弟这蹭吃蹭喝，识相点就赶紧卷铺盖走人。而我这个弟弟叫林浩然，是我二叔家的儿子，不久才转来我们学校，又看我在这边有别墅，泪流满面的祈求我给他留一间房间。我心一软就答应了。今天收到快递电话，你好，你的快递到了，家里没人给你放门口了。我一查才发现填成别墅地址了，正好下午没课，那就过去拿快递。很快，我和苏青师来到别墅门口，来都来了，我们进去喝点水，休息一下吧。苏青师点点头，随后熟练的输入密码。密码错误，我没放在心上，重新输入，在连续输了3次都提示我密码错误后，这密码不对劲，是不是被人改了？我派一个发家庭群里问问。还没来得及打字，林浩然的电话就打过来。这密码锁是坏了吗？一直显示密码错误。林浩然有些紧张，小心翼翼地问：哥，你为什么突然回去了？哪来的那么多为什么？密码是怎么了？你是不是改密码了？哥，你别上火，我们要下课了，马上就过去，你稍等一下。林浩然害怕我发飙，赶紧挂了电话。搞什么？直接告诉我密码不就得了？10几分钟后，林浩然着急忙慌地赶过来，看着他身后还跟着一位走得慢悠悠的女同学。怪不得用的是我们，原来这小子谈女朋友了。赵如烟走过来时，目光不友善地上下打量着我。哥，这是赵如烟，我的女朋友，这几天正好住在这里。一听到我弟带着女朋友住在这里，还没提前跟我说一声，火气一下子升了起来。如烟，这是我哥浩辰。赵如烟原本不想搭话，林浩然碰了碰他，他才不情不愿地冲我点点头。林浩然输入新密码，打开了门。如烟一直说太复杂了，记不住就让我改成了他的生日。听完林浩然的解释，我的脸瞬间沉下来。林浩然见我满脸不爽，又拿出那招对我百试百灵的装可怜。看在浩然还挺喜欢他的份上，还是算了，难免以后会再见面。推开门进入大厅后，看到里面的装饰，我整个人都傻眼了。谁能告诉我这满屋的粉红色是怎么回事？2楼的套房居然变成了他们的房间，床上用品还换成了土气的大红色。我的那些宝贝呢？我指着一面只剩下展示盒的空墙，这里原本放着一整面墙的高档红酒和手办。红酒拿去泡澡了。赵如烟丝毫不在意，悠闲地坐在一旁品尝着燕窝。林浩然怕我暴怒，赶紧保证这些丢失的东西我会一模一样的赔你一份。我走到赵如烟身边，皮笑肉不笑地说：我这人有洁癖，不喜欢别人用我的东西。赵如烟听我这么说，阴阳怪气地对我：哥哥，这可是我男朋友的家，我要用什么就用什么，主人都没意见，你客人计较什么？浩然见我要发火，
赶紧把赵如烟带走。回到宿舍，我和胖达讲了这件事。陈哥，你这段时间最好回去守着房子，不然那女的真把自己当女主人了。她今天敢拿走你的东西，明天就敢把房卖了。我一听这还能忍，拉着行李箱就杀回别墅里准备常住。一到家立刻回房间，将我房间里赵如烟的东西全部打包好，放到1楼保姆房。还想住我的房间，想得挺美。林浩然，我清点了下我消失的那强红酒和手办，一共是19.5万。看在我们哥弟情深，我就不坑你，收你20万整就行。手机那头传来林浩然支支吾吾的声音：“哥，这钱我过段时间再转给你吧。”我再怎么讨厌赵如烟，但看在林浩然的面上，我也没把他赶走。那天苏青师过生日，我给他买的包，生日当天打开一看，被所有人嘲笑是地看护。后面调酒店监控才发现，我去上厕所把包放胖达旁边，被赵如烟调包了。我气得想要冲回家撕烂赵如烟的嘴。胖达知道我弟和赵如烟的事，不要让你弟家在中间为难，你私下跟你弟说，让他把包换回来吧。看在二叔面子上，还是算了，到时候让林浩然把包换回来就行，不想追究了。回到家，推开门就看到2双陌生人的鞋子，不用想也知道赵如烟带朋友过来。走进屋内，一片狼藉，外卖果壳随地乱扔。我愤怒走到卧室门口，发现门被人从里面反锁。很好，我暴脾气上来，直接几脚将门踹开。开门的声音吵醒了睡在楼下的林浩然。哥，你晚上不是不回来吗？林浩然正思考着该怎么解释。吵死了，大半夜吵什么呀？2个陌生的女孩子从我房间走出来，看到被我踹坏的门，吓得不敢说话。赵如烟则是边打哈欠边抱怨的走上2楼，看到我回来了，一点害怕想解释的反应。明天叫人把我房间里的所有家具换新的，这门也要修好。你们2个从我的房间滚出去！赵如烟在她的朋友面前丢了面子，上前一步想要找我礼物，被林浩然死死拦住。我数3下滚出去。林浩然是知道我的厉害，赶紧将他们带领我的视线。我也跟着下楼，走进林浩然和赵如烟的房间，拿起一个打包袋，将他的东西都塞进去，然后推开门，狠狠扔到门外。林浩然，你看你哥是不是太过分了？话还没说完，我大门一关，可安生的日子过不了几天，赵如烟又开始作妖了。学校贴吧突然爆火一条帖子。我在大学谈了一个男朋友，我们是彼此的初恋，我们很相爱，但每次我们约会，他哥哥都要跟着，连我们租房他都要跟我们住一起，这些都不要紧，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他哥哥不爱干净，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最后我不过是说他了2句，他居然大发雷霆，大半夜的，他把我和我男朋友赶出去了。可是我的忍让换来了他的变本加厉，如果以后我要进他家门，就要拿出100万嫁妆，他还3天2头的来堵我，逼我给他钱，不然就要大肆宣扬我跟我男朋友同居过，让我以后嫁不出去。我真的很害怕。这条帖子几万条评论和转发，我点开评论一看，几乎都是骂我的。果然有哥哥的男人嫁不得，这就是个吸血鬼啊！还好分手了，不然倒霉一辈子。分手了还要被纠缠，还要被威胁，报警啊！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这照片上的男人是那个哥哥吧？好像是我们学校的，看起来好眼熟。底下一群水军开始添油加醋的造谣我，甚至我的手机号正脸照都被爆了出来。我看到这些气到发抖，本想着放他一马，没想到他还来搞这些阴招。陈哥，你别生气，冷静冷静，我们现在也去发帖子，告诉大家事情的真相。想要把这事闹大，我奉陪到底。我手里还有他当天把名牌包调包的视频，我把这帖子截图下来，还有底下泄露出我个人信息的留言，全部保存下来。发帖子没用，我们要用法律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权益。随后我联系了我爸公司的律师，半天功夫网上的帖子就删除了。紧接着律师以我的名义起诉了那些污蔑我的人。第2天我和胖达在操场上散步，一抬头看到赵如烟挡在我面前，他恶狠狠瞪着我。林浩辰，你真有胆子找律师来恐吓我？你是法盲吗？随后掏出手机对着他开始录视频。我在录视频，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你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还有9个小时，9个小时以内，你要是不在网上以视频的形式跟我道歉，并且告知大众真相，我就会去警察局报案。我可是有你偷换我包的画面，你自己掂量看看，是要跟我道歉呢，还是去警察局坐牢？赵如烟自知理亏，瞪了我一眼，骂骂咧咧走了。最后在限定的时间内，赵如烟还是发视频跟我道歉。视频里的赵如烟满脸不情愿，但是又没有办法，对自己胡说八道、发帖子污蔑我这件事道歉。之前那些挺他的网友觉得自己被耍，一下子怒了，开始网暴他，将他的家庭信息全都扒了出来。有些极端的网友还跑到学校里对他扔臭鸡。不久，放学路上遇到小时候欺负我的恶霸。然而他不知道的是，10年前捡剩饭的那个男孩，现在已经是全国首富的儿子。他朝我挥了挥手道：“剩饭哥，我这里有剩饭，你要不要？”眼前这个人叫李二狗，为人心高气傲。小时候我没少被他欺负，而他还不知道，那是因为被穷养，不得不捡剩饭的我，如今却是首富之子。李二狗，你的剩饭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开个玩笑，我打算在这边买房了，你陪我过去看看。来到售楼处，我要不要买这个房呀？这个价格太令人心动了。你自己看吧，我不太懂房子。
这房子地段和装修都挑不出毛病，市场价大概在500万。昨天有人花450万买了一套，你要是诚心想买，420万就给你。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找不到这么好的房了。我隐隐感觉这房子不太对劲，低于市场价那么多，事出反常必有妖。贺成，你给点意见。我笑了笑一下道，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你还是自己决定吧。小时候他爸想低价买10万头猪，而我爸看出来那些猪全部感染了瘟疫，劝他不要买。后来被一个黑心贩买了去，刚好遇上疫情，肉价大涨，黑心贩赚得盆满钵满，而他爸却看红了眼，冲上门对我爸一顿闪电五轮鞭。啊！完了！还让我家赔钱。回到今天，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我是万万不会。中介催促道：“这套房子可是市场价低了几十万，想买的人都排着队呢。你要是想要，咱马上签合同，把它定下来。可是这么便宜，房子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李二狗犹豫不决，他明明心里清楚天上别这条线比心，却还以为自己就是那个幸运儿。中介看了看表，似乎很急迫。怎么会有问题呢？这是房管局内部的房子，所以低于市场价你不要，可是很多人等着要呢。李二狗动摇了，中介再开了把火。这个低于市场价好几十万，你买了再卖，转手就能挣几十万呢。我再考虑考虑。李先生，你可要抓紧啊！最多1晚上，明天你再不交钱，我就把这房子介绍给其他客户了。随后，李二狗回到家和李保国商量起来。老爸，这套房我们现在买了，转手就能赚80万，保证稳赚不赔。李保国思考一会，要是多买几套，岂不是一下子就能赚几百万？想到这些，李保国和李二狗眼前一亮，爸这就打电话借钱，你也想办法借。晚上我洗完澡，李二狗就打来了电话，我犹豫了下，还是接了。贺成，你能借我点钱吗？我想买那个房子。你手头的钱不是够了吗？刚好够首付，我和我爸商量了，想多买几套。二狗，不是我不肯帮你，你也知道我还在上大学，没有工作哪来的钱？还好这小子没发现浩辰的身份，在他眼里浩辰还是当年那个捡剩饭的穷小子。你是不是不想借我，怕我不还钱？我告诉你，等我买了房再倒手一卖，就能挣好几百万，马上能还你钱。怎么会呢？我是真没钱，要不然以我和你的交情，我怎么会不借给你呢？李二狗还没跟我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不久后，李二狗更新了朋友圈，里面晒着5张房产证，配文：今后做个收租金的小土豪。评论区全是清一色的夸赞。哇，二狗，你啥时候这么有钱啊？原来你是个富二代，藏得太深了。二狗求请吃饭，帅气多金，求包养。没几分钟就有300多个点赞，我默默看了下，没点赞，没评论。李二狗一下子买了5套房，估计借了不少钱，也不知道哪些人被他祸害了。我刚准备放下手机，李二狗的电话就打过来。浩辰，你看朋友圈了没？刚刚看到了，恭喜你啊，买了5套房，好厉害啊！李二狗语气里透着给不屑。你看你不借钱给我，我还是有办法买了房。看在小时候的份上，我不计较了。这周6我请客，在皇冠大酒店，你到时可一定要来哦。好的。我也想看看他借那么多钱来装大款，到时怎么收场。很快来到周6这天，路过我家地下车库时，我看着停着我爸的劳西莱西，我妈的迈论伦，还有我法拉第，小姨的兰博基尼。胖达激动了，陈哥，咱们选一辆开过去。算了，我现在的人设是没钱的大学生，还是坐地铁吧。我到的时候，里面已经坐满了，足足有3大组，都是李二狗社会上的朋友。看来这次李二狗可是下了血本啊！我远远看见李二狗被一群人围在中间，他似乎也看见了我。我刚要和他打招呼，他却飞快地转过了视线，摆架子当作没看见我。正好我也不想和他有过多交集，便找了个空位默默坐下来。哎呀，浩成你来了！二狗说小时候和你关系最好，你看现在二狗发达了，你还不赶紧过来抱大腿啊！此人是李二狗的表弟李大柱，他的大嗓门一下子吸引了其他人。是啊，浩成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害我们等了好久。好家伙，李二狗这是提前给大家灌好迷魂汤了。看来我没给他借钱的事，他已经告诉所有人了。这次买房应该是抱着转手卖掉赚钱的心态，能借的钱估计都借完了吧。没想到这些人以为李二狗发达了，就八竿子舔上来了。李二狗听说我迟到，面色也沉了下来，脸阴郁的看着我，我露出职业假笑，抬起手表看了一眼11点58。我还早到了2分钟呢，实在算不上迟。陈二娃见气氛不对，打起了圆场。是啊，是我们来的早了哈，大家快坐下来吧。早上起得晚了，都没吃什么早餐，现在还真有点饿。一道烤乳猪正好放在我面前，我夹了一块放进嘴里，味道真不错。李二狗瞥了我一眼，有人没见过大世面，就知道吃。李大柱马上附和：是啊，某些人哪能跟我们二狗比呢？乡巴佬一样的，估计都没吃过这么好的菜。这里可是皇冠酒店啊！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整个酒店都是浩辰家的，你们居然说他没吃过这里的东西？大概是看我面不改色，依旧吃。李大柱砰的一声割下筷子，拿出礼盒递到了李二狗面前。二狗，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祝贺你成为包租公。哇，一整箱茅台啊！大柱你真舍得，这一套下来也得好几万了。李大柱大学毕业后也没找到什么好工作，这箱茅台抵得上他好几个月工资。
旁边的见状也不甘落后，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瓶红酒送给李二狗。这是拉灰啊！李二狗两眼放光，马上收了下来。既然你一番好意，我就收下了。这点小礼物算什么？你都答应给我们安排工作了，以后我陈二娃可就靠你了。李二狗对着陈二娃笑，表情凝滞了一瞬，随后尴尬地笑了笑。包在我身上。对了，林浩成是吧？你给二狗带了什么礼物？拿出来让我们瞧瞧。李大柱的嗓音贼大，引得众人都看向了我。没人告诉我这吃饭还要带礼物啊！早知道我就不来了，不划算。见我一动不动，李二狗白了一眼，讽刺道：“林浩成，你不会是想来白吃，连礼物都没买吧？虽然你家境一般，但你连个礼物都买不起吗？”我从包里掏出了一枚戒指，这是上周我在私人定制那里定做的，连包装都还没拆呢。我递给了李二狗。被刘大柱一把抢了过去，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这戒指怎么连牌子都没有？是地摊货吧？买不起礼物就不用送了，我戒指多着呢。没文化真可怕，这枚戒指价值50多万呢。我拿回戒指，既然二狗不需要，那我就留着自己戴了。本来就不想便宜李二狗，怕这样现场的人被我这波操作搞得不知所措，估计是没想到我还真把送出的戒指拿回来。浩成礼物我就不收了，要不改天你也请大家吃个饭，大家一起再聚聚。李二狗说完，这嘴，哎呀，我应该先私下问你的，我忘了你还是个大学生，家里没钱，请客吃饭。是不是有点为难你了？我慢悠悠擦了擦嘴，原来真是记恨我没给他借钱，在这给我添堵呢。没事，大家难得聚聚，下周6来我家，我请客。请客还在家呀，到时候可别把我们急死啊！说完白了我一眼。我的西郊别墅，上次马如烟过生日容纳了300多人，接待他们一行人还是绰绰有余。很快周6就到了。这别墅好气派呀！这游泳池好大，好想下去游泳。这不是皇冠集团的别墅吗？我看新闻报道过，这是什么神仙地方啊？下辈子让我投胎住在这里吧。李二狗新开了辆宝马，停在了我家别墅门口。哎呀，我说林浩成，你这次可是装的有点过了，这么大的别墅，租一天得花不少钱吧？他嘴上在讽刺我，两眼却贪婪地盯着我家的别墅。是啊，谁不知道这是皇冠集团的别墅？你消费得起吗？林浩成，你可别到时候没钱付租金来找二狗借钱啊！刘大柱真是无时无刻都在拍着李二狗的马屁。我不需要租金，这是我家的。什么？吹牛都不打草稿，这是你家别墅，那我还全球首付呢。说完，3人大笑。李二狗继续说：“林浩成，没想到你是这么虚荣的一个人，本来还想用我的关系给你找个好工作的，现在看来，嘿，谢谢，我不需要，这本来是我家的别墅啊。”刘大柱叉起了腰，怒气冲冲道：“这明明是皇冠集团董事长的别墅，怎么会是你的？要是你的，我直播吃下。”今天这奖你是吃定了。别光耍嘴皮，实在不行你自己去问物业吧。我看你小子还嘴硬，刘大柱，你去找物业，就说有人冒充房主骗人。说完，几人一副要看好戏的模样。很快，刘大柱就找来了物业，来人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兴许是刚来不久，看着有些面生。李二狗轻蔑开口道：“你说说看，这别墅的业主你认识吗？”这别墅是皇冠集团董事长的。物业像看乡巴佬一样看着刘大柱，那你赶紧把这人赶出去。他说这别墅是他的。物业一听急了，是哪个不要命的，连皇冠集团的别墅都敢动？李二狗指着我，一脸看好戏的样子。就是他。物业上下打量我一番，怒声呵斥道：“你小子是谁？这种地方是你能来的吗？”我淡淡一笑道：“你是新来的物业吧？你这种人是怎么进来的？叫你们王经理来和我说话。”哎呀，还在装呢！大家看看，连物业都不认识他还装。3人露出鄙夷的神色。物业连忙拨通了王经理的电话。不一会，王经理走了过来，一看见我就赶紧迎了上来，敬了个礼。浩成少爷，好久不见，是来这里开派对吗？我点点头。一旁的物业已经吓得瑟瑟发抖。王经理上去就给了他一巴掌。你眼瞎了吗？连自家少爷都不认识，现在就给我卷铺盖走人！李二狗赶紧跑到王经理面前，指着我：“你叫他什么？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是人家大嫂？他小时候可是天天捡剩饭，这别墅怎么可能是他？”王经理上去就是一巴掌。他是这别墅的主人，王冠集团的林少爷，听懂了吗？说完又对我笑脸相迎道：“抱歉，林少爷，是我看管不周，把闲杂人放进来了，我这就把他们赶出去。”一听这话，反应过来的刘大柱急忙开口道：“别，我们都是浩成少爷的好朋友，是浩成邀请我们来吃饭的。”是呀，我就说浩成怎么可能吹牛呢？我一直都相信你没说谎。2人围着我叽叽喳喳刷存在感，眼前的一幕直接把李二狗的 CPU 干烧了。这种巨大的反差感让他惊得张大了嘴。见我看着李二狗，刘大柱继续讨好道：“李二狗，你就是狗眼看人低。我说浩成是富家少爷，你偏不信。”看着眼前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刘大柱，你不是说要直播吃翔吗？什么时候开播？大家一起给你捧场啊！胖达歪嘴一笑，随后掏出一坨翔，吃吧，热乎的。我这不是瞎了眼了吗？一旁的陈二娃也赶忙附和：“浩成，你最大度了，之前都是李二狗忽悠我们针对你的。”我没有再理会，直接走进别墅。刘大柱和陈二娃见状赶忙跟上，李二狗则是不知何去何从，最后还是咬着牙跟了进饭桌上。几人环顾四周，眼睛都快瞪出来了。浩成，你家装修也太豪华了吧，以后我就跟着你混了。我不屑道：“行了，今天是请大家来吃饭的，别扯那些没用的。”一旁的李二狗如坐针毡，全程连一口菜都没吃。这次之后，我以为李二狗不会再来烦我，
这天刷手机，微信提示新朋友，打开一看，网名金莲申请添加我为好友，我直接点了拒绝，没想到对方却接连给我发送申请。在第10次发来好友申请时，我点了通过。这人到底想干嘛？没想到对方立马给我发来了一张他的自拍，在浴室裹着浴巾那种，接着发来一条语音：浩辰哥哥，快看人家美不美？我吓得赶紧拉黑删除。老天爷，这是谁啊？这照片简直侮辱了我的眼睛。几分钟后，一旁刷手机的胖达惊呼道：不好了，浩成，李二狗发朋友圈了，还专门艾特了你，推文抢别人女朋友很有意思吗？还配了你和那个女的聊天记录。我冷冷一笑，呵呵，这李二狗为了给我下套，这种卑劣手段都使得出来，那我就陪他玩玩。李二狗本想抹黑我，但事情并没有按他想象的发展，很快就有人在下面评论起来。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陈金莲一厢情愿在勾引浩成。你女朋友在发烧，浩成根本没回应。管好你女朋友，别放出来害人。李二狗招数被识破，在朋友圈撕起来了。呵呵，我就喜欢看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出门去找一下苏心师，免得他看到舆论胡思乱想。说完我便出了门。另一边，刚从朋友圈独占群雄出来的李二狗怒气冲冲道：好你个林浩成，不借钱就算了，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羞辱我。既然身边的人都维护你，那我只能放狠招了。说完就把那则聊天记录发到了抖手上，很快就上了热搜。快看呐，皇冠集团少爷勾引有夫之妇。帖子引得一阵吃瓜群众疯狂评论。办公室里的老爸也看到了新闻，焦急地打来电话：喂，老爸，怎么了？你这个兔崽子，网络上的新闻怎么回事？你真是糊涂呀！我有些无语道：放心吧，老爸，那只是有心之人的炒作。对面的老爸松了一口气道：那就好，那就好。随后语气又严肃起来：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以你首富之子的身份，这条舆论将会让咱们林家损失惨重。告诉我是谁，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我淡淡一笑道：放心，老爸，放长线才能钓大鱼。说完挂断了电话。这时李二狗给我打来电话：你小子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和我的，我要你身败名裂。林浩成，你要是跪下来求我，再赔我800万，我就考虑删掉视频。我不会为了我没做过的事屈服。你想要劲爆的新闻，那我就给你。说完看了一眼旁边的苏青师道：诗诗，这次要请你帮忙了。说完直接在抖手上编辑起来。1个小时后，网上掀起了一股热潮，充斥着苏青师和陈金莲的对比照，引得一众网友吃瓜。哇塞，皇冠集团少爷正牌女友竟然是苏氏集团千金，这是什么神仙 CP？ 求求用502把他们焊死！只要眼睛没瞎，就知道选谁啊！有颜有钱，陈金莲怎么有勇气对浩辰献媚的？看着网络上的帖，我微微一笑道：舆论造势的差不多了，该放大招了。我拨通了公司运营团队的电话：喂，小王八，我给你一段录音，待会儿给我大面积投放，配文记得艾特李二狗。好的，大少爷，我这就去办。很快，李二狗威胁我的录音放了出去，李明确记录了他威胁我，并向我索取钱款。真相大白后，我来到了老爸办公室。不愧是我林霸天的儿子，皇冠集团股票不但没降，就连苏氏集团的股票都跟着涨了，还迎来了大幅度的提升。看着老爸激动的模样，我平静道：小意思，老爸，你老开心就好。而李二狗受到了网络的反噬，录音曝光后，他索要钱财的丑恶嘴脸硬生生被揭了出来，家里的窗户都被砸烂，门前围满了记者。李二狗一直假装富二代，不断暗示我们给他送礼，我给他送了10多万元的礼，想要托他找个好工作，他不但不找，还暗示我们继续送礼。李二狗不仅骗了我们，还骗了很多人。说完，两人直接砸开了李二狗家。屋内，李二狗正在沙发上一脸憔悴。李二狗，你这个骗子，把我们的东西还回来！李二狗见状，破罐子破摔道：谢话，那些东西早就被我卖了，你能拿我怎么样？李二狗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彻底惹怒了两人。好好好，不还是吧，你给我等着。说完，拨通了帽子叔叔的电话：叔叔，这里有人诈骗，原我们已经抓住了，你们快过来。很快，叔叔来到现场，了解情况后，对李二狗道：我们要求你1周之内退还金额较大的黄金手表、高档红酒等贵重物品，不还的话，我们将对你进行抓捕。众目睽睽下，李二狗吓出一身冷汗。我现在没钱，我把房卖了还你们。很快，李二狗带着房屋中介来看房，一旁的李保国得意道：没事，儿子，你收的礼都是用来买房的，现在房子升值了，咱们卖2套给你还债不亏。听完这话，一旁的李二狗嘚瑟道：该死的林浩成，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怎么样了？给我的，我一定想尽办法让林家破产。学校操场上，我和苏青师正在乘凉，苏青师娇滴滴道：浩成，你看呐，上次公布恋情后，学校好多人盯着我们看。我淡淡一笑道：小傻瓜，他们那是羡慕。说完，我掏出手机，将李二狗的所有联系方式拉黑。浩成，你为什么把他拉黑了？等着看吧，他很快就要遇到麻烦了。房屋内，李保国对美女中介冷冷道：虽然我们现在是急售，但你别想成活打劫。先生，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意思，
但你们私自造假证，售卖他人房屋，我现在就可以让帽子叔叔过来。中介的话让两个人一头雾水。你胡说什么？这是我们用了所有积蓄买的房，什么叫假证？先生，请您看好了，这个房产证上没有房尾线，地区下面也没有编码，一眼就能看出是假证。这话让两人心里咯噔一声。李二狗双手颤抖接过房产证，随后给卖房的中介打去电话。你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来呀，我们借这么多钱买的房，怎么会这样？随后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地。栗子，你把我们李家害惨了。我没猜错的话，那人只是在这里租的房，然后造个假证用来骗人。完了，我们李家完了。后面的几天，李二狗用尽各种办法想要挽回损失，但因为时间太久，那人早就卷着钱不知去向。最后，李二狗因为赔不起高额债，直接进了警局。李保国则遭到众人讨债，无奈只能靠捡废品还债。堂妹林如烟最近迷上了糙汉舞，大学也不念，就想和脸上带着刀疤的在出租屋里快活。我劝他，糙汉是那种不讲卫生、满口脏话的烂黄瓜，他不仅不听，还大骂我。你这个恶毒配角，不要以为你们是我的家人就可以操控我的人生，我可是独立自信的大女主。我冷冷一笑，果断撕碎了那男的有暴力倾向的证明，在堂妹和林家的断绝关系书上签了名。网上最近流行起糙汉舞，我堂妹林如烟深受其毒害，她整日在电话里和我嚷嚷：哥哥，快介绍你家工地上的年轻男人给我认识。工地上的男人大部分是有妇之夫，再年轻点的也是早早辍学出来打工的，并没有像小说里那样的男人。你是不是不想让我接触好男人？哼！没想到他一气之下把我拉黑。刚好五一放假，我和浩然路过林如烟家，就听到他气冲冲的声音：你们就是觉得王子豪学历低，亏你们还是读书人，狗眼看人低的架势，算是被你们玩明白了。他满嘴污言秽语，他爸妈气得发抖，却说不出一句话。他俩都是大学教授，平时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哪里见过林如烟这样恶劣。客厅的沙发上还坐着一个男人，拿了茶几上的车厘子往嘴里丢，又呸呸的把喝吐在地上。我沉着脸走过去，林如烟被吓了一大跳。哥哥，你怎么来了？林如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你要骂自己的父母，我怎么不知道？你的语文成绩这么好了，还学会用成语骂人了。哥哥这次真的是爸妈太过分了，我都成年了，带男朋友回家怎么了？我爸还让人家过，嫌弃我男朋友是小学毕业。我太阳穴突突的跳，只觉得不可思议。还不等我开口，林如烟像是预料到我要说什么。你也不用劝我，之前我让你给我介绍，你明明有机会给我介绍好的，可你不干，那我只能自己找了。他快步走到沙发边，亲密的挽着男人的胳膊，笑得一脸甜蜜。王子豪说了，学历不是最重要的，他会做生意的。王子豪长得又帅，到时候生意起来了，那不就和糙汉文男主一样吗？他当着三叔的面亲了一口她男朋友。爸妈哥哥，不如这样吧，你们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给王子豪做生意啊！以后他可是上市公司的总裁，我以后就是豪门太太了，肯定少不了你们的好处，你们别不识好歹啊！他这纯粹是找我要的。沉默已久的男人开口了：叔叔阿姨，我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我叫王子豪，今年28岁，目前在如烟上学的地方当建筑工人。虽然我小学毕业就出来工作了，但我的数学天分很好，不信我给你们背99乘法表。接着他开始表演自己的特长。林如烟一脸崇拜的看着他，在王子豪错的乱七八糟的乘法表结束，激动的鼓掌，随后轻蔑的看我们一眼，看见没有，这就是天才。还有啊，我不读书了，以后就在家里给王子豪洗衣服做饭，到时候再生一个大胖小子，一家3口和和美美的。林如烟，你上的可是私立大学，你却想着辍学，给一个小学毕业的男人生孩子做饭。你见哪个霸道总裁连99乘法表都不会背？我看了看桌上的核桃仁，给了林浩然一个眼神。林浩然上去抓起一把桌上的核桃仁，塞进林如烟的嘴里。脑子不好就多补补，这种男人不是你能驾驭的。林如烟从小学开始就看戏不说，她是脑子不好使的，看就看了还当真。小学时候穿越文流行，她半夜跑到河边说要穿去古代当王妃。初中的时候流行玛丽苏校园文，在校长儿子面前假装摔倒，然后装小白花。好不容易高中忙起来好点，又被老师带到在上课时看刘备文学。上大学终于消停，最近又迷上了糙汉舞。哪次不是我和林浩然善后？林如烟拽着男人冲出门外，走到门口又回头放狠话：你们等着，以后没你们好果子吃。我看了看坐在沙发上惆怅的三叔三婶，这个堂妹虽然神经了点，但小时候还算听话，没想到刚上大学1个多学期就变成这样。三婶趴在三叔肩上哭，三叔像是一下子苍老了10几岁。没事的，我会解决的，现在不早了，早点休息吧。不久，我们去了林如烟学校，找到她的辅导员了解情况。你是如烟的哥哥吧？我也正想找机会和你们说呢。如烟现在的那男朋友我也了解了一下，是咱们学校修游泳池的施工人员。这个男的私生活不太检点，之前也找过如烟聊，可他很不服气。大概了解了一下情况，我先给林如烟办了休学。不久，我们来到王子豪家，他用那半死不活的可乐气泡音和我们打招呼：爸妈，你们怎么来了？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身后的林如烟娇嗔的捶了一下王子豪的，露出的肌肤上还留有几处暧昧不明的痕迹。林如烟，不管你和谁交往，但也得了解一下对方的品行和私生活吧。子豪可是小说男主，活这么好，这就是天赋。三叔三婶气得直发抖。
林如烟像是想起什么，一拍脑袋。我就说你们怎么这么多管闲事？看样子你们是个毒配角啊！是不是想等自豪事业有成之后八竿子舔上来啊？真是贱！以后我和你们没关系了。等明天我就把户口迁出来，你们可别想拿着我家人的身份来道德绑架我。养了20年的女儿，还不如见过几面的流浪狗。明天早上我等着你，顺便去开一个断绝关系证明，免得你说我们赖着你。第二天一早来到派出所，林如烟和王子豪都穿着白衬衣，看样子准备迁完户口之后去民政局办结婚证，手续不算复杂，很快就办理好了。走吧，我送你们去民政局。去晚了，人家中午下班了，可不能打扰我看好戏。到了民政局，林如烟面带红光，突然王子豪脸色一变，低着头借林如烟挡住。隔壁窗口一对夫妻当众大吵，女人一边哭一边嘶吼：你能出去嫖，我为什么不能出去找男人？我又不是找男朋友，只是一夜情而已。你出轨的时候，你妈劝我大度点，那我出轨她怎么不说话了？你就不能大度点吗？男人脸色铁青，看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直接扇了女人一巴掌。张诗雅，你还好意思说老子是乱搞？但没有把家里的钱全部拿出去吧？你找个工地上的男人，还把老子工资给他，当老子是死的呀！张诗雅捂着脸，咬牙切齿。突然她眼睛一亮，快把这个老男人打一顿，老娘给钱！她扑向王子豪，扯着他的手拖拽。林如烟再蠢也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吧？林如烟一巴掌扇在张诗雅脸上，贱人想抢我的男主，你给我去死！我惊讶无比。随后张诗雅老公和王子豪加入战场，都帮着张诗雅。林如烟被推倒在地，不可置信地看着王子豪，你居然为了一个婊子推我，我可是你的女主！他捂着脸往外跑，留下不明所以的围观群众。我们一行人回到车里，这私家侦探办事效率可以啊。这张诗雅夫妇不止这次来闹离婚了。哥，原来这场好戏是你安排的呀。我掐准了时间，带林如烟和王子豪去民政局，为的就是让两人离心。这下他应该看清王子豪了吧？过了几天，我和浩然在三叔家吃饭，林如烟哭哭啼啼的敲响门，随后三叔开了门，他愣住一瞬，有什么事吗？三婶看见是林如烟，将头转到一边，谁知林如烟直接冲进来，跪在三婶面。妈妈，我错了，我不该不听你的话。她哭得肝肠寸断，我后悔了，可我现在没办法，我怀孕了。王子豪家里说要我拿陪嫁，可我1分钱都没有，他妈不让我进他家门。到底是自己生养大的女儿，应该还是会于心不忍吧？林如烟吃准三婶心软，妈妈，王子豪家也不要多了，500万就行。子豪答应了，赚回本了就把钱还给你们，不会多要你们1分钱。我笑了笑，轻轻将手搭在林如烟的肩膀上。林如烟猛然回头，恰好凑到了我的巴掌上。真不怪我，是林如烟跪着的高度和我手放的位置平行。我拿出今天刚签好的断绝关系书。你是不是走错家了？哥哥，咱们到底流了一样的血，就算断绝了关系，我也是林家血脉上的女儿。人犯了错，总得给个机会重来吧。犯了错还重来？我看你是被呵护的太天真了。以前是有大家保护你，现在你不是我们家的人，我们凭什么要为你的过错承担责任？听到这话，林如烟拿起茶几上的果盘往地上扔。反正你们必须让我和阿明结婚，不然我就闹到爸妈的学校，闹到浩然浩辰学校，到时候你们别想工作了。他突然扭曲的笑，有断绝关系术又怎么样？你们就该为我服务，我是这个世界的女主。我摇了摇头，这种孩子治好了，脑子也不好使。我们林家也没这种精神疾病啊，怎么出了这么个疯子？我转悠着眼珠子，嫣然一笑。行啊，你嫁，我们不拦你，你说什么都行。林如烟笑容僵住，她疑惑的看我一眼，确定我没有开玩笑后，挑衅的笑了。算你们识相，到时候我心情好，还能留你们个全尸。他转身离开，三叔担忧地看着我，怎么办？真的要给他钱吗？谁说要给他钱了？他不是只说不要我们阻拦他们在一起吗？我们不拦着就是。三婶松了口气，三叔恍然大悟，朝我竖起一个大拇指。过了几天，林如烟找到我，哥哥，我和子豪算好日子，1个星期后双方家长见面，到时候你可不许反悔，答应我的，一定要做到。我点了点头。既然这样，到时候就办大典，直接举办订婚，在芙蓉酒店怎么样？他眼睛发亮，抑制不住激动。到时候我叫上子豪家的亲戚。随后他转身离开，我将注意力放在平板的糙汉文上，很有张力。陈哥，你还有心肠在这里看小说啊？接下来怎么办？我看了一下糙汉文，大概能知道林如烟是个什么人设，结合我对她的了解，现在有了个打算。什么打算？到时候你就知道了。1周过得很快，一大早就接到林如烟的催促电话，你们赶紧过来接待客人。好，我们马上过来。为了让林如烟放下戒备，这场订婚全是由我操办的。她天真的以为我是被她的女主光环影响。我嗤笑饶有趣味的看着她，王子豪的脸色阴沉。王母瞪了他一眼，按照惯例，王子豪要上台讲话，可他半天没动身。林如烟气红了脸，推搡着王子豪上台。你想干什么？咱们不是说好了？他一个巴掌落在林如烟的脸上，王子豪咬牙切齿，谁他妈跟你说好了？你个臭婊子，和别人乱搞，怀孕了找老子接盘，还拿老子的钱去给奸夫。我惊奇的看向林如烟，没想到这糙汉文还是多人版的。林如烟表情难堪，你他妈胡说什么？冷静点，今天过了，你要什么没有，非得跟钱过不去。听见这话，王子豪才冷静些。林如烟和张母打着圆场，子豪昨天晚上太激动了，喝多了，把最近看的电视剧情节说出来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但不会戳破。借着大家八卦之心，熊熊燃起的契机，我抢先一步上台。大家好，今天是我妹妹的订婚宴，我很为她开心。林如烟以为我是出来打圆场，朝我感激的看了一眼。
一眼。我回之一笑。等会儿林如烟可就笑不出来了。虽然她为了男人和我们家断绝了关系，也不要我们给她添的嫁妆，但我们还是会祝福她，无论以后过得怎么样，希望林如烟能做到她说的老死不相往来。我拿出断绝关系书，假装伤心的抹了一把眼泪，顶着林如烟和王子豪母子诧异的目光下台。我提前了解过了王子豪母子的性格，他们肯定不会忍受自己吃亏，会当众爆发。我亲爱的妹妹不知道离开了家的港湾能不能承受住呢？我手指敲击着桌面，看着林如烟在张家母子的胁迫下来讨说法。当着所有人的面，断绝关系的目的已经达成，就算林如烟真的闹，别人也最多说她脑子有病。哥哥，您不是说好的给嫁妆吗？还有这个酒店的钱。林如烟，是你说不需要我们给的东西，还说以后王子豪会给你最好的，不是吗？王母听见这话，顿时来了气，推开林如烟，开始和我叫嚣。哪有爸妈哥哥不管妹妹？这世界就没有这个道理。我儿子以后可是大老板，你们家也跟着沾光。没嫁妆，我儿子凭什么娶一个又不会做饭，又不会洗衣服，还乱搞的女人？他冲着林如烟啐了一口，表情厌恶地看着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什么心思，就是抠。你也听你妹妹说，我儿子多有经商头脑，你们就是像空手套白狼。这话听得我发笑，知道王子豪是什么德行的宾客哄笑起来。林如烟羞得脸通红。王子豪受够了这场闹剧，和我谈判。都这样了，我就给你直说，你妹怀的不是我孩子，现在她这种也嫁不出去，你就给点钱，我们收了她，也省得你们心烦。我冷笑道：你这话说的，我们跟人贩子一样，是你们说要在一起的，他乱不乱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张母见我不妥协，立马发飙。我给了林浩然一个眼神，他冲上去给三人一个意见。林如烟尖叫着从地上爬向我，扯住我的裤子，不停求饶。哥哥，我错了，你带我回去吧，我想回家，我再也不做白日梦了。王子豪根本就不是我的男主，他就是个会打人的畜生。我说了，我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是你自己选择的，凭什么让我们来给你承担过错？你们结婚证都领了，我这个外人有什么权利插手你们的事呢？我朝几人摆了摆手，潇洒转身，身后是林如烟尖叫着哭泣和张母殴打的声音。不过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假期不算长，还有2天我就要离开前往学校。林如烟和王子豪订婚宴后，搬去了乡下破烂的房子。就在我收拾行李时，手机突然响起。是林浩辰先生吗？我们是魔都派出所的，麻烦你过来一趟。派出所里警察跟我讲解情况。是这样的，林如烟她长期受到家暴，导致精神失常，把王子豪母子嘎了。但由于她现在处于怀孕阶段，又患有精神疾病，遵从她的意愿，请你过来疏导一。审讯室，我和警察并肩坐着，我错愕地看向林如烟。王子豪一家就这么洗了？林如烟看见我，激动不已，手上的镣铐让她动弹不得。哥哥，你来接我回家了吗？他突然又话锋一转，说起他在学校里的事，我这才知道为什么他上了的大学变化这么大。他沉迷糙汉文后，找到学校施工的工，和多名工人发生了关系，意外发现怀孕后，锁定一个最像糙汉文男主人，就是王子豪。都是你们，要不是你们一直拦着我，我早就成为小说女主了。说什么为我好，你们就是只顾自己，还偏心觉得我有病，你们才是有病，女主怎么可能会有病？他挣扎着骂出脏话。为你好是什么？你整天幻想自己是小说里的女主，给别人造成多少麻烦，你爸妈都不厌其烦的给你善后，到头来你还觉得他们偏心。林如烟原本愤怒的表情变了，开始哭啼。找你们有用吗？我被家暴了，你们都不帮我。我深吸一口气，和身边的警察说话。他没病要说真有病，就是爱做白日梦，建议你们找专业的医生来检查。又转过头看着林如烟，那是你自找的呀，我把王子豪有暴力倾向的证明给你看了，你说这是男子气概，糙汉男主都这样，那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没资格管你。和警察打过招呼，我走出派出所。不久大3开学，学校门口围满大一新生，一个身高2米半的小男孩被一群小姐姐围着。大姐姐，我给你100块，你能让我骑一下大马吗？好可爱的小朋友，好呀好呀。这不是咱们南大大3的王俊杰吗？仗着自己个子小，他又在那里骗新生给他骑大马了。突然一辆玛莎拉蒂开进了校园，整个学校都炸了，大家纷纷议论。哇，是哪个富二代考进了南大？那不是林氏集团的公子吗？我看着熟悉的车牌号，陷入了沉默。我怎么不知道？我老爹除了我还有个儿子。随后来到宿舍，隔壁宿舍门口刚好遇到富二代，正被一群人围着舔。没想到竟然能跟乌鸦哥分到一个宿舍，真是太幸运了。没错没错，乌鸦哥好，小弟名叫田阳，他叫天豪。看着他们一个个舔狗模样，我一阵无语。那俩狗腿看见我，立刻说道：哪里来的土包子，见到乌鸦哥也不打招呼。我翻了个白眼，懒得跟他们计较。那个乌鸦哥见我不说话，继续说道：穷人的世界我是不懂了，明明都跟我爸说了要低调，结果他还是从车库里挑了个玛莎。天豪和天阳立刻配合的发出羡慕的声音。那辆玛莎落地不便宜吧？还行吧，今天这车是我成年的时候我爸送我的，当时缺货，我爸花了400多万才弄来的。录取通知书送家的时候，我爸还想送我一辆，不过被我拒绝了，毕竟那么多车也开不了。400多万乌鸦哥
好厉害！还没等我说些什么，乌鸦哥又把矛头指向我。就你这破鞋，劝你趁早扔了，没钱买我可以给你200，叫声乌鸦哥就行。我甩给他一个看傻子一般的眼神，说的跟真的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家真的很有钱。乌鸦脸上的笑容一僵，顿时阴沉了脸。你说什么？我送了他们一个白眼。玛莎拉蒂2年前的款式，顶配也就300多万，有门路的300万就能拿到，咋到你在这还涨价？我丢下这句话，直接离开。来时，老爹还特地吩咐我给刚来的校长送点东西。随后来到校长室，我推门进去，校长起身迎接。浩辰，你怎么过来了？我袋子往桌上一放，接过高启强的水喝了口，有些嫌弃的开口：“你这个毛尖，味道像烂猪草一样。”高启强也是一脸郁闷，这几年一直在外头没回去过，家里的茶喝不上。我点了点桌上的袋子，老爹特意让我给你捎来的金瓜，改天回家我把家里头的那个朱可心的梅宝春给你捎过来。启强顿时眼睛放光，真的？当然是真的。闲聊完，我问起了正事。启强啊，我那隔壁寝室是不是有个叫乌鸦的？高启强想了一下道：“是有一个，一家新来的那个司机他儿子，我特意分到你隔壁屋里，好让他照应你。”乌鸦呀，敢这么嚣张，看来还不知道我的身份。随后我问高启强：“你什么时候来的学校？”刚来。那他应该是不知道，乌鸦之前在校门口闹的好事。见我不说话，高启强又问：“咋了？浩辰是不喜欢那个乌鸦吗？要不我给他退学吧？”没事，挺好的，我倒要看看这个乌鸦到底是想做什么。随后聊了几句，从校长室出来，我溜溜达达的到了食堂，我随便吃了点东西，一旁刷手机的胖达惊呼道：“我发现有个校花评选的帖子，大一新生陆春娇凭借她的可爱软萌当选的新生校花。”这时我突然听到旁边一阵尖叫声，你看那边那个是不是难水？是吧？这也太装了吧！我正在吃饭，闻言抬头看去，又是乌鸦，拿着玫瑰，一路走出了258万的气势，身后还跟着他的那俩小，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明星出监。乌鸦抬头挺胸，仰着下巴，径直走到一个餐桌前。我看着餐桌上坐着的女生有点眼熟，这不是刚刚胖达看到的新晋校花陆春娇吗？因为乌鸦之前出的风头，再加上陆春娇新生校花的名头，现在很多人都在好奇吃瓜。美女做我女朋友吧。陆春娇刚想说话，乌鸦就伸出食指抵在了她嘴上。先别着急拒绝，我会给你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乌鸦面露微笑，食指换成了拇指，在陆春娇嘴角擦了一下，沾到酱了。说着，然后把手指上的残渣舔掉。看着这场景，我惊讶无比，这是哪里看到的都市霸总套路吗？这二货就不能学点好的吗？随后乌鸦继续说道：“做我的女人，我送你1块卡地亚的手表怎么样？”